纪晓岚，太后华诞，你就献白纸啊？哦，哎，何大人，帮忙吧，抬过去。哎，这是我献给太后的，凭什么你要抬过去啊？我知道是何大人献的，借用一下。走。乾隆太后坐两旁，大大的寿字摆中央。1年1度的太后寿诞如期举行，文武大臣们纷纷拿出看家宝贝讨太后欢心。太后，此乃长安征西之时，取缔囚禁官打造而成。捷报飞来做寿礼，好。接下来隆重登场的是大清首富何大人，光看他那六亲不认的步伐就知道，何宝宝今天的贺礼肯定会力压群雄。太后请看，此乃是用108颗合府珍珠相串而成，奴才和珅祝太后老佛爷万寿无疆。看到这么珍贵的礼物，老佛爷可开心坏了。自己活了大半辈子，从没见过这么大颗的珍珠。皇娘，这样的珍珠，普通的大户能有几颗已经不易啊。何爱卿可以一口气献上108颗，足见孝心呐。接下来登场的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纪云纪晓岚进献寿礼。听到纪晓岚的名字，乾隆立马使了个眼色。门口的小太监顺势接过纪晓岚手中贺礼，趁其不备，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将其调包。乾隆一看奸计得逞，满脸的幸灾乐祸，因为他迫不及待想看纪晓岚当众出丑的样子。纪晓岚，你的贺礼一定是别出心裁吧？纪晓岚表示自己亲笔书写了祝寿符，太后也开心地表示非常期待。然而老纪此时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寿礼已被调换，他信心满满地打开礼盒，顿时亚麻呆住了。乾隆见状，差点憋出了内伤，氛围已经烘托到这老纪只能将礼物打开。看着面前这张白纸，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乾隆脸上更是露出了凶狠的杀气。和珅见情况不妙，急忙站出来替老纪解围。太后寿诞之日，纪先生绝不会如此无礼的，肯定是忘在哪儿了吧？啊，找找看。看样子这事好像跟何宝宝没什么关系。乾隆看热闹不嫌事大，继续给纪晓岚上眼药。纪晓岚，太后华诞，你就献白纸啊？此时的纪晓岚终于反应上来是康熙的诡计，急中生智的纪晓岚转眼看到和珅送来的贺礼，他装神弄鬼的走上前让和珅给他帮忙。这下换和珅不答应了，自己送给太后的贺礼凭什么要让纪晓岚抬走？可架不住纪晓岚只是想借用一下。小心点啊！多谢，我这可都价值千金呢。他一脸懵逼的跟着纪晓岚把自己的贺礼抬到大殿中央。乾隆伸长脖子等待纪晓岚下一步的操作，怎料纪晓岚从太监手中接过白纸，拉着和珅缓缓走到珍珠前面。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太后请看，我看到了一个寿字。这下和珅彻底不干了。太后，这是奴才献给您的，这纪晓岚明明是偷机取巧吗？哎，何大人此言差矣，这正是借花献佛嘛！在场大臣无不为纪晓岚的机智灵敏点赞，就连乾隆这个始作俑者也忍不住指点头。然而好景不长，当天晚上乾隆得知奶娘生命危在旦夕，好在他急匆匆赶来见到了最后一面。然而奶娘却告诉了他一个惊天的秘密。怎么回事啊？您看。大清朝科举考试竟然出现无名血书，这不由得让纪晓岚大吃一惊。这是哪个考生的卷子？卷上无名啊！这可让纪晓岚疑惑了，究竟是谁如此大胆，敢借科举之名闹事？接着他又重新打开冤字考卷，脑海里渐渐浮现出昨天考场上遇到的一幕。我莫愁写的卷子恐怕您看不懂，学写的你看得懂吗？这个女扮男装自称莫愁的女子名叫杜小月，是当地一家戏班的当家花旦。几天前她正在后台为上场演出做准备，被官兵追杀的姐姐莫愁走投无路跑来找她，接着从袖中拿出一本名册交到小月手中。这什么书啊？我看不懂哎。这本东西可是关系千千万万个脑袋啊！杜小月还没缓过神来，追杀莫愁的官兵已经追到了后台。莫愁见状，一把将小月推开，和官兵打成一团。单纯的小月见姐姐陷入危险，毫不犹豫取下身边的道具斧头，准备助姐姐一臂之力。可莫愁却转身让她先行离开。对他而言，小月手里的东西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因为那本手册是记载许多人冤屈的证据。迫于无奈，杜小月只好选择女扮男装。她决定以莫愁的身份参加科举，并希望能从中寻找机会报官。然而3年1度的科举考场规矩严格，每一名学子都需要通过层层检查才能入考。眼瞅官兵不断让学子们脱下衣服，有的还直接动手打人。杜小月吓得一个劲往队伍后面钻，因为她身上有太多见不得人的东西。哪儿跑？放着，过来，把衣裳脱了。眼看官兵就要动手脱衣检查，杜小月灵机一动，有了一个妙计。
他假装缓慢地解开纽扣，然后装作不经意地往地上丢了一锭银子。身旁的官兵顿时两眼放光，谨慎地环顾四周后，一脚踩在了银子上。就这样，杜小月成功地混进了考场。然而，他也只是侥幸躲过了第一关罢了。看着眼前空白的答卷，杜小月又懵逼了，因为他压根不知道该给卷子上写什么内容，更不用说通过文章为册子上的百姓申冤。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主考官纪晓岚发现了他的异常。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他，面前这位学子一定是过度紧张导致连笔都不会拿了。于是他贴心地帮杜小月摆正了姿势，可杜小月却对纪晓岚的帮助不屑一顾。你是谁？不得放肆！这是京城来的学政纪云，纪大人。你就是纪晓岚？你也认识我？纪晓岚那可是脚上绑大了我，走到哪儿想到哪儿啊！听到这话，纪晓岚开心的哈哈大笑，因为这么多年他见到过很多想利用这种手段通过考试的学子，怎料杜小月却不按照套路出牌，直接反问纪晓岚：“你够不够聪明？”如果说刚才那句话是为了夸赞纪晓岚，那这句话就一定带着嘲讽的味道。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我莫愁写的卷子，恐怕您看不懂。这天下还有我纪晓岚看不懂的文章吗？我告诉你，只要是用这墨写成的，我都看得懂。血写的，你看得懂吗？此时的纪晓岚恍然大悟，这无名的冤字试卷一定是那位名叫莫愁的学子所写，于是急忙吩咐官员搜索本地所有客栈，意图将该学子抓捕归案，严加审讯。可旁边的考官却突然想起来，几天前知府吴大人抓捕了一名要犯，那人的名字刚好也叫莫愁，可此人现在被关押在云州大牢，根本不可能出现在科举考场，所以他断定是有人冒名顶替，故意捣乱。冒名顶替？他为什么要顶替一个要犯呢？一旁的监考官提议让纪晓岚烧了冤字考卷，因为恩科考试出了这种情况实属大逆不道，不但考生要被杀头，就连考官也难辞其咎。纪晓岚自然知道事情的严重程度，于是询问在场各位有何高见，结果大家一致赞成烧了试卷，无奈他只能按照大家的想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随即走上前拿起了那份考卷，缓缓地递到蜡烛上准备点燃。好不容易躲到这云州府来了，以为可以躲过京城的是是非非，没想到哪儿都有冤魂缠身。哼！乾隆做梦都没想到，自己的奶娘在临死前竟然说出一件可以颠覆整个大清朝的秘密。白娘子，白娘子是谁呀？你让朕找白娘子？皇上的母亲。你说什么呀，奶娘？您要小心呐！白娘子。带着不解和疑惑，乾隆找到了皇太后。听到白娘子这3个字，太后显得十分惊愕，随即强装镇定地表示自己没有听说过这个人。这让乾隆更加坚定了寻找白娘子的决心。无论走到哪里，那句话都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惹得乾隆看戏都没了心情。白娘子，她是皇上亲生母亲，皇上你是个汉人。恰逢戏台上正在表演《新白娘子传奇》，这让乾隆不由得对扮演白娘子的妹子起了兴趣。于是他决定亲自会一会这个妹子，而白娘子的扮演者正是男扮女装递血书的杜小月。在和珅的陪同下，乾隆来到剧院后台，老板二话不说就要把他俩赶出去。和珅见状，急忙拿出自己的绝密武器，老板脸色瞬间由阴转晴，恭恭敬敬地把2人送进化妆间。你是白娘子？我叫杜小月。乾隆还没来得及要电话号码，一群官兵直接闯了进来，领头之人声称知府大人晚上设宴，点名要找杜小月表演助兴，因为知府要招呼从京城来的纪晓岚。一听这话，老板哪敢怠慢，着急忙慌地吩咐众人收拾道具。乾隆稍加思索，上前拿起一把二胡就要跟去。您这是要干嘛？拉琴呢？没钱了能唱戏吗？就这样，乾隆用一把二胡成功混入了吴大人府中，因为他想趁机看看平日里一本正经的纪晓岚到了地方会怎样表现。纪晓岚抽着大烟袋锅子看得津津有味，突然发现台上白娘子的扮演者非常眼熟。莫愁。为了搞清真相，纪晓岚心生一计，一脸猥琐地告诉知府想让白娘子过来陪酒。吴知府顿时就明白了其中奥义，忍不住夸赞纪晓岚原来也是性情中人。转眼杜小月就坐到了纪晓岚身旁，吴知府识相的在一旁为纪晓岚打助攻。好好服侍纪大人，保你荣华富贵。怎料杜小月刚坐下来就要找老纪申冤，纪晓岚急忙示意让他不要说话。喝酒，喝酒，来喝酒。随即一把搂过杜小月，询问事情原委。这可把藏在人群中的乾隆气得不轻。没想到这纪晓岚在朝上是道貌岸然，结果到了民间就露出了书生本性。和珅自然知道这是地方官员招待京官的基本套路。他如果不领情，会得罪人的。可看着纪晓岚搂搂抱抱的样子，乾隆不答应了。
纪晓岚可不像应酬啊。纪晓岚也是人嘛。哦，这句话似乎很流行啊。朕处置了多少贪官污吏啊？他们很多人都是用这句话替他们说情啊。好像我大秦国的官吏是人，老百姓的都不是人。主子小点声。此时的乾隆并不清楚纪晓岚的真正目的。表面上纪晓岚好像是在风花雪月，实际是为了调查杜小月的冤字试卷。他认定这背后肯定隐藏着巨大的冤情。小月不能多谈，请大人带我去大牢见莫愁。你不是莫愁，莫愁是我阿姐。可自己一个学政并没有权利进入大牢，于是他给杜小月支了一招。杜小月起身走到吴大人身边，端着酒杯缓缓地喂到吴大人嘴中。这一幕在和珅看来又成了另一种味道。我看这位白娘子绝不是您要找的那位，她太年轻了。不，您看这哪是白娘子，简直是潘金莲儿。就在二人对杜小月的行为嗤之以鼻时，杜小月凭借自身优势偷偷拿走了吴知府腰间的令牌，随即回到纪晓岚身边，打算接着喝。纪晓岚却装出一副不胜酒力的样子，猥琐地表示自己累了要早点休息。此话一出，该懂的自然都懂，吴知府自然不能再做挽留。就这样，在纪晓岚和杜小月默契的配合下，二人成功脱身。这下乾隆彻底不淡定了。纪晓岚太不像话，逢场作戏嘛也就罢了，他现在是假戏真做。纪晓岚呐，书生本色竟是色呀！纪大人，你看。不看看，纪先生果然把叛贼引来了。是你啊！我纪晓岚，你出卖了我！纪晓岚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栽在和珅的手里。眼看要到手的证据也落到了傅康安手中。原来昨晚他带着杜小月离开之后，拿着从吴知府那里得来的令牌，顺利进入大牢。从莫愁口中得知了事情原委。自去年冬天以来，云州遭遇巨大旱灾，百姓无奈只得卖儿卖女维持生存。朝廷下发的赈灾粮却被层层贪污，百姓饿得没有办法，于是抢了官府的粮车，结果却被污蔑是反清复明的乱党，判了死罪。莫愁偷了贪官账本，拼死才杀了出来。发生这样的事情，怎么能少了可爱的何宝宝？纪晓岚今夜去大牢看莫愁。我要是受不了，马上通知傅康安。然而现在这个重要的账本不但落到了傅康安手里，就连杜小月也彻底对纪晓岚失去了信任。姓纪的，云州的百姓不会放过你的。更糟糕的是，纪晓岚也因好色被罢免了官职。可让大家都没想到的是，乾隆表面是把纪晓岚贬为庶民，实际却是想通过他的布衣身份帮自己查案。朕在京城收到了不少密参的奏折，说是此地的赈灾粮款几乎全部的被侵吞，上至总督、巡抚，下至道府、州县，集体贪污啊！其实乾隆此次来云州正是为调查此事而来，奈何自己走到哪里都有人打前站通风报信，所以他永远无法看到事情的真相。先生现在一介布衣就方便多了，你一定可以为朕揭开事情的真相。臣纪晓岚绝不辜负吾皇重托。比纪爱卿之剑应该从何处入手呢？皇上立即返京，地方官员才能放松警惕，他们才会露出破绽，就这么办。然而就在乾隆他们打算回京的路上，对面迎来了一群武士队伍，几人看得正起劲，怎料杜小月和莫愁竟从队伍中跳了出来。虽然他们的目标是纪晓岚，可乾隆跟和珅也未能幸免。何宝宝殷勤地帮乾隆铺好了衣服，结果纪晓岚却毫不犹豫地坐了上去。纪晓岚，你太放肆了，这是给皇上做的。纪晓岚表示，要想救皇上这个座位，就必须由他来做。接着就向乾隆说出了他的计谋。计之一，我做，你们站着。计之二呢？让何大人来给我捶背。听到这话，和珅自然是10000个不乐意，可架不住乾隆在一旁发号施令。纪晓岚还没来得及多享受一会，杜小月就推开房门走了进来。纪晓岚先是一愣，然后冒着杀头的危险对乾隆破口大骂：“你们两个王八蛋！王八蛋！啊，你居然以王八蛋相称！不但是王八蛋，还是倒霉鬼！看着老子如此的下场！”也不知道是为了演戏还是公报私仇，纪晓岚对着和珅就是拳打脚踢。此时的杜小月并不知道乾隆和珅的真实身份，在他看来，二人就是一对苦命的下人。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被狗官各种欺负，纪晓岚也配合着继续对二人言语攻击。老爷我在这关多久，你们就得跟着关多久。你得给我捶背，你得给我装烟仔锅子。和珅刚准备进行反击，却被乾隆一把拦住。这就是计之3。心地善良的杜小月可不打算惯着纪晓岚，他走上前扶起二人，随即转过身对着纪晓岚破口大骂，还说只要有他在，就不允许狗官欺负穷苦的兄弟。纪晓岚趁机对杜小月用起了激将法，就算有你给他们撑腰，也改变不了他们跟我关在一起的命运，所以你就别在这跟我撂嘴子了，要放人也是你们老大说了算。结果杜小月一激动，直接就说出了他来此的目的，原来是莫愁派他来看一看乾隆跟和珅是不是和纪晓岚一样，也是欺压百姓的狗官。他们两个就是官啊！他们两个是大官啊，姑娘，你现在抓他们两个是抓对了。
他是皇上，他是军机大臣。纪晓岚这一套操作顿时把乾隆跟和珅都整懵了，他俩搞不清楚这纪晓岚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然而杜小月却完全不把他的话当回事，因为他已经对纪晓岚彻底失去了信任。随即转过身看着身旁的乾隆，皇上有你这样子的吗？啊，你瞧瞧，结结实实的，抬轿子的吧？好，白白又胖胖的，卖豆腐的吧？自作聪明的杜小月说完后，就直接把乾隆跟和珅带了出去。可刚走出大门，就被莫愁碰了个正着，而且一眼就从二人的表现看出了猫腻。管家、仆人，他是皇上，他是军机大臣。你以为我是3岁的小孩啊？哎呀，姑娘啊，我说的可全是真话，你一定得信我。此刻任凭纪晓岚如何解释，已经对他失去信任的杜小月却认定了乾隆只是一个教父。皇上有你这样子的吗？啊！一边说着，还一边拍拍乾隆的胸脯，夸他身体真棒。抬轿子的吧？哎呦，姑娘，你什么眼神啊？我今天就是要替穷兄弟们出一口气。你们2个跟我走。二人虽然骗过了天真无邪的杜小月，可刚走到门口就被莫愁碰个正着。凭借多年江湖闯荡的经验，莫愁从穿着判断出二人非富即贵。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他故意玩了个套路，取点1两，送2位兄弟上路。2位，在这里多坐一会儿吧。和珅暗自窃喜自己就要脱离苦海，于是习惯性的走上前帮乾隆擦了擦凳子。乾隆倒也毫不客气，一屁股坐下去就准备翘起2郎腿。恰好这一幕让莫愁看出了端倪。管家、仆人，你有见过管家去伺候仆人的吗？你知道这翡翠扳指值多少钱？2袋黄花鱼。让他们自己说吧。就这样，在和珅这个猪队友的助攻下，二人又被关了起来。知道自己被利用的杜小月气急败坏地走了进来，直言要让3位狗官拿出自己身上信物，然后再修书一封送给官府，目的是为了用几人性命换取被知府关押的黄克明，要不然你们3个都没命了。然而得到信物的福康安根本就不认识乾隆的贴身之物，他以为被绑架的3人只是普通的朝廷官员，况且一旦真的放出黄克明，那他们贪污赈灾2款的案子就会暴露，到时候连我都保不住你啊！然而吴知府却说出了自己的担忧：近日皇上音信全无，他会不会也被绑架？皇上与皇上的安危相比，其他人的脑袋就显得微不足道。想到这里，福康安急忙让知府找人鉴定这枚扳指。连您都看不出这扳指的真伪，别人就更甭指望。难道你就忘了还有14王爷吗？14王爷，可他是罪人呐，下官不敢见他。只有14王爷才识得皇室之物呀。关于14王爷曾有过这样的传说：康熙当年意图传位于14阿哥，有传闻是雍正篡改遗嘱，将传位14阿哥改成传位于4阿哥，才有了今天的乾隆皇帝。所以14王爷一直对乾隆继位心存不满。见到扳指的瞬间，14王爷简直惊呆了。皇阿，此乃是皇阿玛之物，此物只传太子，那个被绑的人质一定是乾隆。虽然有些吃惊，可四姑娘却认为是天赐良机，因为刚才吴知府说过，如果官府不肯放出黄克明，那乾隆几人就会直接被撕票，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如果乾隆被撕票，必定会天下大乱，那14王爷刚好可以东山再起，夺回那原本属于自己的皇位。得到默认的四姑娘拿着扳指来跟知府复命。王爷已经看过了，这确是皇室之物，不过这是顺治爷当年赐给董妃之物，本是陪葬品，如今居然面世了。四姑娘故意把乾隆几人说成盗墓贼，以此降低知府的警觉之心，因为他已经布下了一个巨大的阴谋。与此同时，纪晓岚也找到了逃跑的方法。为了隐瞒门外偷听的杜小月，他模仿乾隆跟和珅的声音，在屋内自言自语，并以此为乾隆制造了绝佳的逃跑时机。然而此时的四姑娘还正在大牢放火，因为她想通过烧死黄克明让绑匪将乾隆撕票。就在她以为计谋已经得逞的时候，乾隆跟和珅已经顺利逃了出来。由于担心纪晓岚的安危，乾隆拉住一辆马车让车夫送他去官府，结果遭到了车夫的果断拒绝。张爷啊，这可是刘员外的车，滚！由于时间紧迫，乾隆也顾不上什么君臣之礼，亲自驾着马车直奔府衙而去。这疯狂的一幕正好被皇宫退休回家养老的秦公公撞见，看着乾隆飞奔而去，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公公，这车上是什么人呢？车上载的什么人我不知道，我知道在赶车的他是皇上啊！此话一出，小伙伴差点没吐他一脸。皇上要是当车夫的话，那你说坐车的人该是谁？我看你从来没在皇宫里待过吧，一点常识都没有。这赶车的他真是皇上啊！毛峰，速带我们去府衙。张爷啊，这可是刘员外的车，滚！
乾隆当街抢了一辆马车，直奔牢房而去，因为他要放了黄克明，换回纪晓岚。结果牢房却被四姑娘一把大火烧个精光。得到消息的莫愁听说黄克明葬身火海，提剑就要去找纪晓岚他们算账。然而大门打开的瞬间，他才发现屋内竟然只剩下纪晓岚一人。遥卜文鱼，鱼龙听凡声，鲈鱼正美不归去。他会变身哎，一人就伤3个人，那我哪知道嘛？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莫愁二话不说举剑朝纪晓岚刺去，这可把纪晓岚吓个半死。我死了，黄克明可就回不来了。黄克明他已经死了。啊！一听这话，纪晓岚彻底崩溃了，摆明了是有人想借莫愁之手除掉自己。然而当他得知莫愁并没有见到黄克明尸体时，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这样你留着我的一条命，黄克明说不定还有救。阿姐，或许黄大哥真的没死呢？事情果然如纪晓岚所料，就在大牢被烧毁的关键时刻，福康安冲进火场拼死将黄克明救了下来。乾隆为了保住纪晓岚，更是给知府下了最后通牒，一定得救活黄克明。纪晓岚现在还在他们手里，他们一定会派人来换黄克明的。他活你就活，他死你就死。啊！说罢就带着福康安去营救纪晓岚。当他们抵达关押地点时，纪晓岚早已没了踪影。聪明的乾隆很快就发现了纪晓岚留下的线索。击打烟袋，按照线索，官兵们迅速确定了逃跑路线。可天有不测风云，突然刮来一阵邪风，将地上的烟灰尽数吹散。不知情的纪晓岚还在处心积虑地留线索。此时一名官兵跟了上来，有没有黄大哥的消息？他没有死，让你们放心。得知黄克明还没有死，莫愁决定用纪晓岚去做交换。乾隆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就要放掉黄克明，奈何福康安却在一旁危言耸听。万岁，黄克明乃反贼之首，放虎归山，后患无穷啊！只要纪晓岚可以平安归来，朕宁可不追究他们的罪行。隔天一早，莫愁驾车来到府衙做交换，顺利的接上黄克明朝城外飞奔而去。怎料福康安却在半道埋伏了弓箭手，黄克明因没有防备身中毒箭而亡。理所当然，莫愁把所有罪责全推到了纪晓岚身上，悲痛欲绝的嚷嚷着要让他给黄克明陪葬。就在他走上前打算送纪晓岚上路时，纪晓岚急中生智，将黄克明的账本背了出来。山平县应有库存赈灾粮93682担5斗，见少粮36232担8斗。没想到这招果然奏效，为了不让黄克明的心血付诸东流，莫愁选择暂时留他一条小命。为了让纪晓岚顺利把账本默写下来，杜小月只能不情愿地请他吃夜市，结果却让纪晓岚发现了和14王爷共进晚餐的乾隆几人。正在考虑如何脱身的纪晓岚突然发现一个卖笛子的老头，于是萌生了一条妙计。这位老人这么晚了还在卖笛子，多可怜呐！买一支吧。纪晓岚拿起笛子就吹了起来，没心没肺的杜小月非但没有制止，还一个劲夸赞他吹得好听。然而这熟悉的声音却引起了和珅的注意。主子听到了吗？这是大内祭天的古乐，云州之地有谁会奏这个曲儿呢？会不会是纪晓岚呢？主子圣命，我这去看。和珅发现纪晓岚的同时，也唤醒了杜小月的警觉，准备呼救时，却发现莫愁已经把剑架到了脖子上，二人被困在一个小岛上，无处可逃。你瞧瞧，这四周全是水，怎么办嘛？就是因为我们不会水，他们才放心的把我们关在这小岛上嘛。就在他们发愁之际，和珅却表示要先走一步。此时的纪晓岚才恍然大悟：你会水？我当然会水。纪先生怎么忘了？何某是何出身？大内侍卫，上山能打虎，下水能擒龙。这可把纪晓岚开心坏了，起身就打算让和珅带着自己溜之大吉。我真的想带你一块儿走，可是心有余力不足，何某这点水性还不足以带纪先生。纪晓岚心中顿时跑过1万只草泥马。和珅为了顺利逃跑，还不忘给纪晓岚画饼。我一定会尽快通知皇上，派人来搭救于你。鸡贼的纪晓岚当然知道和珅是在忽悠自己，为了防止和珅过河拆桥，他拿出了杀手锏。你告诉皇上，黄克明的账本我都记在心里了，他们一会儿半会儿还杀不了我。你的意思是说，黄克明的账本你全背下来了？是，走吧。此话一出，该和珅不淡定了。他怎么也没想到纪晓岚还给他留了这么一手，可是到如今也只能先逃命再做打算。果然逃回去的和珅没有一点想要搭救纪晓岚的意思，因为一旦纪晓岚被救，自己贪污的事情就会全被抖出来。但他深知以纪晓岚的能力，就算自己不救他，也早晚会自救脱身。与其这样，还不如把精力放在如何让皇上早点返回京城。我们拦他不住，得让圣上先走啊！金库何在啊？老金匠何在啊？先帝写的账册何在啊？你们好大的胆子，竟敢骗到朕头上来了！乾隆奶娘临死前揭开了他是汉人的秘密，于是他带着奶妈留下的半片金锁，辗转反侧来到云州，找到了正在度假的14王爷。
由于时间太长，14王爷记忆变得有些模糊。世子叔，你一定要想起来啊，这关系到朕的身世啊！多年以前，我在云州城里见过这样的金锁，好像是在城南老君庙一带有这样的金铺。这话恰好被坐在旁边的何宝宝记在心里。为避免自己贪污的事情败露，他和福康安密谋，打算让皇上尽快回京。皇上急着找那金铺，他怎么肯走呢？正是那金铺，足可以让皇上提早回京啦。可是按照14王爷所说，知府无罪找了大半天也没找到金铺所在。前几年是有1、2家，可现在倒闭了。但是我们的何宝宝却一口咬定这里有金铺，这可把吴知府直接搞懵逼了。难道这金铺还会隐身不成？这金铺不就在这儿吗？吴大人，你若想保住你的顶戴花翎，这一带就肯定有金铺。我只给你1天的时间，如果1天之后这里还没有金铺的话，你就回家种白薯去吧。吴知府愣了半天，终于明白了和珅的意思，随即一脸谄媚地跟着和珅后面大喊：何大人，有金铺啊！看样子吴知府为了保住官位使出了吃奶的力气，仅仅用了1晚上的时间就建了一家大发金铺。乾隆看着招牌上似曾相识的金锁，喜出望外，一模一样啊！恭喜主子找到了。没错，是我做的。你还记得定做金锁之人的姓名吗？因为有了提前安排，乾隆寻找线索显得格外顺利，就连几十年前的账本老板都能随手拿出来，然后还装模作样的配合乾隆演了一出。数十年了，不知主顾的名字能不能找到？别急，你慢慢找。结果刚翻了没几页，就让老板给找到了。他直言定金锁的人是从京城来的，还说自己从来没听过这么怪异的名字。叫什么姓名？姓石，叫石碑乐。听到名字，乾隆一脸懵逼，这名字不但怪异，而且跟自己的身世一点也不沾边了。此时该我们的何宝宝上场表演了。上面写着8月15中秋，京城石碑乐定长生金锁1枚，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1联。石碑乐，4倍乐，皇阿玛是啊。此时的几人也不担心自己暴露身份，硬是当着老板的面一口一个皇阿玛的吆喝着，甚至还把雍正爷的名字都请了出来。这是先帝之物啊！足见主子确系先帝爷亲生，这半片金锁就是铁证啊！福康安也开心的在一旁跟着附和。要说还得是何宝宝厉害，3言2语就让乾隆搞清楚了自己的身世。然而剧情却并没有按照和珅的设计往下发展，因为纪晓岚还未救出乾隆放心不下。福康安信誓旦旦地表示会尽全力救出纪晓岚，和珅也表示云州乃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怎料2人一唱一和，竟引起了乾隆的怀疑。哎，你们俩这是一唱一和的事，有意不让朕留在云州啊？和珅听罢欲言又止，可福康安却以江山社稷为由，继续跟康熙拉扯。福康安，你敢顶撞朕？你想做年羹尧吗？这么大的帽子扣下来，福康安就是有10个脑袋也不够砍的。于是和珅急忙站出来替他求情，可一想到年羹尧，乾隆似乎明白了什么，随即吩咐2人上车，打算再过一把车夫瘾。转眼一个回马枪杀回了刚刚来过的金铺，果然一开门，里面早已人去楼空。乾隆这才恍然大悟：金铺何在啊？老金匠何在啊？先帝写的账册何在啊？这金铺是假的，知道朕怎么看出破绽的吗？奴才不知。原来正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2句话，让乾隆看出了破绽。雍正爷在杀年羹尧的前夕，就是写了这2句词，以示警告。可是雍正爷为什么要写这2句词送给自己的儿子呢？眼看计谋被识破，2人急忙开始狡辩，口口声声表示他们是为了国家大计着想。万岁，如果真查出自己是汉人血统，那才是大清国最大的危机啊！故而奴才不加拘，设为证，希望皇上能够安心回朝，此乃大清之福，万民之福啊！2人一番慷慨激昂的宣誓词，搞得乾隆着实没招，无奈只能赦免了他们的欺君之罪。起来吧，起来吧！你的一片忠心，朕岂能不知啊？然而就在几人离开金铺回府时，无意间路过的一家戏院，却让乾隆发现了关键线索。这是纪晓岚的字啊！哦，高上，福大人，你这是要干什么？皇上不让我们进去，我也不让皇上去燕城，这万万使不得呀！你这简直是疯了你呀！何大人，只要能保住圣上，我福康安粉身碎骨，万死不辞。乾隆正在为救纪晓岚大伤脑筋，怎料路过一家戏院时，竟发现了关键线索。看这字，怎么写错了？这是纪晓岚的字啊！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乾隆坐进了剧场里面。后台的纪晓岚一眼就看到了坐在 C 位的乾隆几人。为了给乾隆传递信号，他故意把举牌出场的演员调换了顺序。聪明的乾隆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端倪。纪晓岚果然在此啊！何以见得？祭武对位。
弄错了，应该是武技六位，语出庄子了。纪晓岚排行老5，人称纪武，这恐怕是巧合。他是在给我们发出信号。福康安，马上调人来。转眼，福康安带着军队将剧院团团包围。情急之下，莫愁吩咐杜小月把纪晓岚关进家墙之中。官兵们搜遍整个剧院，也不见纪晓岚身影。怎料纪晓岚一口浓烟顺着墙缝钻了出来。得到乾隆的提示，福康安瞬间明白过来，墙是空的。来人，给我砸开！哎呦，都来了！和珅见状，顺势拍起了乾隆的彩虹屁，涉嫌绑架朝廷命官戏班，所有人都难辞其咎。见福康安准备抓人，纪晓岚急忙出来解释，他直言是自己贪恋戏班风情才流连忘返。至于为什么关在夹墙之内，纪晓岚也早有对策。这人有3级啊！此时的莫愁终于明白，他们口中的狗官纪晓岚并非十恶不赦之徒。怎料和宝宝一眼就看出纪晓岚是在故意包庇，可乾隆却认为纪晓岚是另有目的。你往这儿看。乾隆顺着纪晓岚指的方向看去，画中女人脖子上的金锁竟然跟自己手中的一模一样。随即转过身询问众人此画来历。纪晓岚将计就计，让杜小月承认此画乃自己师父白娘子所赠。白娘子，她家住何处？家住燕城。燕城。然而这一切怎么可能瞒过我们和宝宝的眼睛？不用猜，这肯定是纪晓岚提前设计好的剧本。什么都瞒不过何大人法眼。然而燕城是他们贪污赈灾2款的事发地，一旦乾隆到了燕城，他们的丑事必定败露无遗。于是几人合谋，明天一早由和珅带头，无论如何都要劝乾隆别去燕城。隔天和珅早早就在府衙外等待召见，可等了大半天，乾隆都不愿见他。福康安担心事情败露，一个冲动就打算强行把乾隆留在云州。你这是要干什么？皇上不让我们进去，我也不让皇上去燕城。这万万使不得呀！你这简直是疯了你呀！何大人，只要能保住圣上，我福康安粉身碎骨，万死不辞。恰逢此时，府衙大门打开，可走出来的却只有知府一人。皇上半夜就走了。原来纪晓岚早就算到和珅他们会来阻拦，于是建议乾隆让知府下午1点再打开大门。何大人，我们追！皇上还有旨，让2位大人留守云州，不得擅离。与此同时，乾隆几人已经抵达燕城境内，眼前大队的灾民让乾隆十分疑惑。他早就从洛阳大库调拨了大批赈灾粮食，怎么还会有这么多流离失所的灾民呢？外府狠心了，我们1粒粮食也没得着啊！此时的乾隆终于明白了纪晓岚的良苦用心。现在我明白你为什么要带我去燕城了。转眼几人来到燕城，乾隆由于穿着华丽，竟被守城官员当成了肥羊。把那几人给我拦住！我们是商人，难道你看不出来吗？原来在这位守城官员的眼里，商人就是最大的肥羊。随即走上前，指着乾隆的鼻子，毫不犹豫地给他扣了个大帽子。我瞧你这样啊，就像反清复明叛党分子。我反清。我瞧你这样啊，就像反清复明叛党分子。我反清。我说这位军爷，你真是好眼神啊！哎，把他们先都给我扣下。凭借多年行走江湖的经验，莫愁姑娘自然知道这是官员们中饱私囊的一种方法，于是提醒纪晓岚他们无非就是想要点买路钱。怎料纪晓岚故意拿出银子走到乾隆面前，示威一般让他看看自己的官员是怎样祸害老百姓的。果然，当纪晓岚拿出银子，守城官员翻脸竟比翻书还快，就如同在异乡遇到了自己的亲爹亲娘一般。哎呀，我一看你们就是老实的商人。是。哎，走吧。多谢军爷。你是哪个衙门的？叫什么名字？要孝敬啊，算你上路。然而纪晓岚之所以把乾隆带到燕城，其目的就是为了让他来整治这帮贪官污吏，所以此刻他并不想节外生枝。就在几人打算转身离去之时，守城的几名官兵却突然拉住一位女子，以搜身为由，全身上下一通乱摸。可守城官员非但没有出言制止，反而在一旁给他们加油打气。眼看姑娘就要被他们偷个精光，乾隆终于忍无可忍，一个扫堂腿踹翻4位官差，救姑娘于水火之中。杜小月忍不住在旁边点赞：许仙好样的！领头官员见来了都不怕死的，非常淡定的骂乾隆给脸不要脸。大清官吏的脸都让你丢尽了，把这家伙给我抓起来，上！然而这几个散兵游勇怎么可能是乾隆的对手？3下5除2就被主角光环收拾得服服帖帖。守城官员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平日里作威作福已成习惯，今天竟然遇到了硬茬。乾隆气得怒火中烧，抄起板凳对着官员一阵疯狂输出：妈的，你给我丢人现眼！哎呦！纪晓岚担心事情闹大，急忙拉着乾隆溜之大吉。由于乾隆此次是微服私访前来查案，加上和珅福康安又被自己困在云州，为了逃命，他们误打误撞来到一家染坊里面。结果刚躲进竹筐，官员就带人追了进来。二他们大卸八块，给我搜！无计可施的乾隆只得把希望寄托在纪晓岚身上。皇上，你看啊，这筐上呈现6道长纹啊，此乃乾卦也。乾卦
飞龙在天，大吉呀，皇上！也不知道纪晓岚是真有办法，还是在胡说八道。咱也不敢说，咱也不敢问。鼻青脸肿的官员找了一圈，没见到几人踪影。灵机一动，把目光放在了眼前的竹筐上面。见手下掀开布料到处搜寻，他显得很不耐烦。费那个事干什么？说罢，一刀就捅了下去。一旁的杜小月和莫愁吓得差点喊出了声。竹筐内的乾隆更是慌得一匹，眼看自己就要被团团包围，他开始质疑纪晓岚。你这挂不灵啊！奇怪呀，这易经是不会错的呀！我们快成4位了。然而就在官兵们举起长矛刺向他们时，竹筐竟莫名其妙飞了起来。飞龙在天呐！皇上是龙，飞龙在天，先生真神人也。与此同时，小月和莫愁也暴露了他们的位置。官兵们一拥而上，对他们发动攻击。眼瞅着正在上升的筐子，顿时就悬在半空。关键时刻，小月使出浑身解数，用身体悬挂在半空，拉住了即将跌落的竹筐。带头官员立刻意识到乾隆他们藏在里面，吩咐手下就要把2人捅成马蜂窝。乾隆眼看身份暴露，起身召唤出混天绫，将纪晓岚送到架子上。就这样，几人又和官兵们展开了激烈的搏斗。可毕竟还有要事在身，他们并不愿和官兵过多纠缠。莫愁瞅准时机，一脚将领头官员踢进染缸，抽身离去。给我追着他！店小二意外捡到一块黄金大印，打开包袱的瞬间吓得不知如何是好。掌柜的骂他没见过世面，拿张白纸印一下不就知道是什么了？结果自己还没帅过3秒就被啪啪打脸。军机大臣和珅。掌柜的见状不敢怠慢，屁颠屁颠跑到纪晓岚跟前报道。原来这一切都是纪晓岚提前设计好的剧本。为了顺利带乾隆到燕城查案，他建议乾隆将和珅赴康安软禁在云州，又让杜小月以乾隆的名义要来了和珅的黄金大印，因为他知道燕城的官员为和珅马首是瞻，于是一招偷天换日将大印做了调换。随后和杜小月假扮夫妻在客栈吵架，故意装作不小心把大印砸到小二身上，还好小二命大没被砸死，要不然老纪这戏就没法往下演了。这东西你没打开看吧？没有，客栈规矩，客人东西不能动啊。纪晓岚听罢瞅了一眼面前的官印，装模作样询问老板，看他像干什么的。您是经商的吧？对，我是经商的，小本生意。2人莫名其妙的对话惹得杜小月一脸懵逼。他们刚才明明把店里东西砸了个稀巴烂，可老板非但不要赔偿，反倒对老纪恭恭敬敬，甚至一连谄媚端上一套新茶具，直言要是砸得开心可以继续砸。好，掌柜的，招子亮了。见老纪还算满意，老板这才松了一口气，接着表示给您准备好的宵夜马上送来。转身离开房间之后，掌柜的快马加鞭来到县衙，为的是给自己的县长姐夫通风报信，结果因破坏了县老爷一桩好事，被骂得狗血喷头。是不是你姐姐让你来挂件的？不是天大的事儿，小人也不敢打扰姐夫您老人家呀。天大的事儿？燕城有天大的事儿？这里只有屁大的事儿。姐夫，您过目。结果没帅过3秒就被打脸的剧情再次重演。和珅，鸡贼的县令怎么能错过这飞黄腾达的好机会？一把推开妹子，连夜赶到了知府衙门，拿着和珅曾经给他们的公函做了对比，如此大的区别，硬是装作没看出来。这印假不了，何大人真的来了。一听这话，知府开心坏了。自己横行燕城这么多年，一直仰仗何大人的照顾，虽然从未谋面，可好处却得了不少。如今机会难得，更应该抓住机会好好孝敬一番。要是别衙门先把何大人接走了，咱们就亏大了。是啊，何大人可是皇上的心腹啊。上次何大人去山东，那个巡抚稍微慢带了一点，这个顶戴可就换了颜色了。来人呐，府县各文武官员立刻到客栈去接驾。且慢，师爷认为贸然打扰有些不妥。虽然知府大人话说的没错，可何大人此次来燕城可是微服私访，放着好好的官邸不住，却住在酒店，意欲何为？如果我们大张旗鼓跑去迎接，万一坏了何大人好事，可就得不偿失了。师爷一番话倒是提醒了知府大人，想当初九门提督给何大人无事献殷勤，结果却把何大人给惹烦了，动动手指就让他去新疆种了棉花啊！那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大人怎么办呢？然而就在燕城的官员想方设法讨好和珅之时，真正的和珅却在千里之外的云州城绞尽脑汁。这个纪晓岚把皇上引到燕城去，唬了你究竟卖的什么药啊？可还没等他想明白是怎么回事，师爷就慌慌张张拿着盖印的文书跑来跟他报告。你怎么了？这不好好的盖在上面吗？那是纪晓岚的印。什么？和珅？管他和珅海参的，夜深了，人家都困了。去！胖知县一脸嫌弃地推开老相好，急忙吩咐手下被叫连夜赶往知府衙门。经过验证，确定是大靠山和珅无。这印假不了，何大人真的来了。这可把在座几位开心坏了。这么多年横行燕城，完全仰仗和珅照顾，如今这大好的机会来到面前，几人岂能轻易放过？
经过商量，大家一致认为不能贸然前去迎接。在师爷的建议下，知府决定先派人去摸摸虚实，套套近乎，随即打算让县令范大统去打前站。大统啊，你去一下吧。我一个人？范大人，我陪您去。好，一文一武，这样我就更放心了。转眼，范大统坐着轿子来到纪晓岚入住的客栈。可怜大统从没见过像和珅这么大的官，人都到了半天，可魂还没跟过来。怎么了，大人？我也不晓得怎么回事，一想到要见何大人，我这腿肚子都抽筋的。国平啊，你先进去看看何大人，让我在外边再喘口气儿。转眼，猪八皮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走进客栈，结果让他看到了前几天差点没把自己打死的2个叛贼。何大人没找到，眼中钉把送上门来了，守住所有的门，看我的手势，狠狠的打。说罢，走上前一把夺过小月手中茶壶，直接对纪晓岚放起了狠话。这可把县太爷小舅子吓得半死，一个劲给猪八皮使眼色打手势，可猪八皮硬是装作没看见。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个客栈是我们县太爷小舅子开的。纪晓岚默默地配合着他的演出，转过身给已经吓尿的小舅子打招呼。然而猪八皮似乎有点意犹未尽，还想装腔作势的在老纪面前卖弄一下文采。动什么来着？哦，你是说要太岁头上动土？对，太岁头上动土。随即一屁股坐在杜小月身旁，打算趁机占便宜。看样子这猪八皮确实浪得难受，就是不知道等会儿他该如何收场。实在坐不住的小舅子急忙跑来给他提醒：你没看见大爷我公务在身吗？猪八皮此时还没反应上来事态的严重程度，非常嚣张地表示要让纪晓岚钻桌子。小舅子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灵机一动，指着柱子上和气生财的和字继续提醒：和气生财，你少来教训我，大爷我今天就不讲和气了。小舅子见他还不明白，一屁股坐上柜台，撕掉了气生财3个字。你有病啊，你撕那字画干嘛呀？小舅子只得指着和珅的和字，用屁股底下挤出的那点声音告诉他那是何大人。这下猪八皮算是彻底明白过来，感情自己嘚瑟半天的对象竟然是自己祖宗何大人。纪晓岚一脸坏笑的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这茶现在喝出点味儿来了。一听这话，猪八皮识趣的跪倒在地，纪晓岚也不搭理，装模作样的表示自己还得钻桌子呢。这可把猪八皮给吓坏了，要是让和珅钻了桌子，那不等于给自己判了死刑。与此同时，门外的范大统已经被晒得浑身流油，手下官兵跑来禀报，说朱大人触怒了何大人，正在里面钻桌子受罚，希望范大统以县令身份进去帮忙打个圆场。范大统听罢，立即做了个大胆的决定：快走，快走！大人，你不能走啊！我不走，我惹不起，我躲着血。快走！咱们俩怎么吃得了这么多？你放心吧，马上就会有人来陪着咱们吃。你怎么知道？燕城知府刘长富率属下叩见何大人夫人。纪晓岚凭借一枚黄金大印假扮和珅到燕城查案，当地大小官员以为是靠山来了，不敢怠慢，送到酒店的礼物更是络绎不绝，生怕自己比别人送的晚耽误前程。除此之外，知府还特意安排了丰盛的酒席，带着一群酒囊饭袋来陪贾和珅共进晚餐。纪晓岚毫不客气地在贪官面前装起了大爷：你们几个呀，年年都给我送大礼，咱们虽然素未谋面，可我这心里是有数的。不愧是铁齿铜牙纪晓岚，几句话就把官员们忽悠得心花怒放。见时机成熟，他说明了自己此行目的：皇上这回命我来呀，查黄克明的案子。一听这话，官员们顿时慌得一匹，表情也变得很不自然。纪晓岚只一眼就看出几人心怀鬼胎，拍着桌子厉声呵斥他们太不小心，怎么能让重要人犯黄克明跑到云州？知府急忙开始狡辩，直言黄克明光脚不怕穿鞋的，自己实在拿他没有办法。胡说，黄克明是好人，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杜小月一句话差点让纪晓岚前功尽弃，还好老纪脑瓜子转得快，故意提醒他是礼部侍郎王克明，不是他姐夫黄克明。随后趁对方还没反应上来，直接说出黄克明已经把他们贪污的罪证交到了皇上手里。皇上看到账本了？那当然看到了，龙颜大怒啊！看着几人内心接近崩溃，纪晓岚心中窃喜，随即话锋一转，说他们福大命大，因为皇上此次派他来就是为了查明此事。是大人查办，那就好办了。好办，你们快倒霉了！纪晓岚此刻内心是崩溃的，这队友不帮忙也就算了，怎么总得自己脚下扔雷？各位不能掉以轻心，现在要想办法补漏洞，灭证据。是吧？听到这话，知府一脸自豪地展示了自己一大把年纪还只是个知府的根本原因。之前派来查案的钦差大臣已经被自己花钱摆平，不但让那人无功而返，并且还做得滴水不漏。可是你们错就错在这儿了呀！纪晓岚接着又是一顿忽悠，这么一个牵扯几万百姓死活的大案，
皇上派的钦差来查，竟然一无所获。如果不是皇上眼瞎，那就是你们真的愚蠢。一旁的师爷急忙附和，像这样的大案必须得找几个替罪羊出来才能了事。纪晓岚忍不住为师爷的机智连连点赞。也正因如此，所有人已经把纪晓岚当成了救世主，希望他能给点意见救大家于水火。见大家已经开始上道，纪晓岚却装得很难为情，然后如梦初醒般给了一条中肯的建议。我看这样吧，你们赶紧把有关的账目啊、账本啊什么的都给我拿过来，让我赶快看一看，想个什么万全之策。几人一脸崇拜，俨然把面前的纪晓岚当成了他们的神。隔天一早，贪官们的所有罪证就摆在了纪晓岚面前。老纪看完气得直拍桌子，因为朝廷发的赈灾粮全都被官府高价卖给了粮行，然后又从粮行花低价买来骨科敷料发给灾民。敷料给牲口吃的啊？他们竟将这些东西发给灾民，难怪有这么多人病了，王八蛋！纪晓岚气得后槽牙都快咬碎了，他发誓一定要将这些贪官污吏绳之于法。可到底是什么背景的粮行能有这么大的能耐？几百万担的粮食都可以随意进账出账。出于好奇，他翻开账本，打算查个究竟。可不查不要紧，这广发粮行虽然名字普通，可背后的老板竟然让老纪倒吸一口凉气。这白娘子，这白娘子不就是乾隆一直在苦苦寻找的亲生母亲吗？你们就没有看出来这个和珅是假的？他有大印，他有大印，他有大印。那是纪晓岚盗了何大人的大印，跑这儿来行骗来了，知道吗？你们还蒙在鼓里呢。纪晓岚假冒和珅拿到了烟城官员贪污的账本，就在他看得咬牙切齿之时，猪扒皮却闯了进来。纪晓岚，你好啊！我成了纪晓岚了。你见过纪晓岚吗？我没见过，可是见过的人来了。说罢，猪扒皮身子一侧，邀请福康安闪亮登场。可纪晓岚非但没有畏惧，反倒热情地打起招呼，直言福康安来了就好。这下再也不会有人把自己当成纪晓岚了。几位大臣顿时又被纪晓岚搞得一脸懵逼。可福康安知道他玩的什么把戏，怒斥纪晓岚身为平民冒充大臣，该当何罪？没想到纪晓岚却一脸淡定地说他公报私仇。福大人可不能欺人太甚呢。我虽然在皇上面前奏过你的本，你也不能公报私仇，说我是纪晓岚呢。我可告诉你们几个啊，我和珅比纪晓岚长得可帅多了。福康安不愿跟他过多纠缠，吩咐一旁的猪扒皮就要把纪晓岚拿下。没想到纪晓岚早有准备，直接拿出黄金大印，吓得几人不敢妄动。武皇赐予金印在我手上，谁要敢碰他一下，那就是欺君大罪，我让他粉身碎骨。一想到曾经鉴定过大印的真伪，猪扒皮几人顿时就没了主意。福康安一口咬定大印是纪晓岚偷来的，结果却让纪晓岚倒打一耙。他告诉众人面前的福康安才是假冒伪劣，实际上他是地痞流氓王小二，说着还要让猪扒皮把福康安就地正法。无奈的福康安只能从腰间拿出自己的钦差大印，结果又一次落入了纪晓岚的圈套之中。你这大印是偷的呀？你胡说你！我怎么胡说呢？他有大印就说他是真官，我有这大印就说我是偷的，那你们说这公平吗？不公平，不公平！纪晓岚没想到还真有给自己捧场的，笑的那叫一个开心。可福康安也不是省油的灯，既然嘴上说不过你，那就来点实际的。纪晓岚抽烟，何大人可不抽烟呢。谁说我和珅不抽烟呢？去年我过生日的时候，几位还联手送给我一个烟杆呢。旁边的官员急忙附和，一个说是纯金的，一个说上面还镶着玉，这足以证明纪晓岚就是真和珅。官员们见风使舵的功夫可真是炉火纯青。如果我和珅不抽烟，那他们何必要给我送烟杆呢？是他们借烟杆之名行贿赂事实。说的可真难听啊！这是他们几位有孝心，我和珅是不会忘了你们的。一听这话，急忙拱手施礼，一脸谄媚。福康安都被这群窝囊废搞崩溃了。一旁的师爷似乎有话要说，请问何大人？什么何大人？他是纪晓岚。请问纪先生？混账东西！什么纪先生？叫我何大人。请问这位兄台，我们刘大人送的那个烟杆上面刻着几个字？兄台可否说出？一句这位兄台包含了师爷多少的辛酸和泪水，可为了验证真假，他也只能打烂牙往肚子里咽。就在众人都以为纪晓岚面目要被揭开时，他却精准地说出了其中内容。吞云二字，受金体字，对不对啊？没错，他是何大人。此时的猪扒皮又一次生无可恋，双腿不自觉地向下弯曲，还好被福康安一把拽了起来，同时也想起了其中缘由。何大人得了烟杆，在生日宴上拿出来炫耀，纪晓岚当然看到。福大人呢？福大人，你如此丧心病狂，我一定要在皇上面前参你一本。我和珅跟你没完！你们几个到时候可要替我作证啊！纪晓岚出色的演技搞得福康安束手无策，于是他吩咐众人将纪晓岚暂时软禁，因为此时能够让纪晓岚露出破绽的就剩一个人了。谁呀？杜小月。听到杜小月的名字，纪晓岚瞬间没了底气。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杜小月称第二，没人敢称第一，活脱脱一根肠子通到底的主。
如果把他找来不出半炷香功夫，自己肯定穿帮。别看老纪这回还在强装镇定，内心实则慌得一匹。转眼杜小月就被福康安带了进来。除此之外，他们还做了另一手准备。这么多年来给和珅送礼，从来就没听说过有一个姓杜的夫人。此话一出，杜小月先乱了阵脚。真该死，他怎么不娶个姓杜？结果老纪却另有妙招。他表示出门在外，谁会带正儿八经的老婆出来？那说出去还不让人笑掉大牙？不信你们问问福康安福大人，他此次出来带的就是一个叫彩云的青楼名妓。福康安老底被揭穿，顿时语塞。你带彩云，我带追月，咱们俩加一块是彩云追月。还好杜小月反应灵敏，关键时刻承认自己是翠花楼头牌杜小月，这才让老纪躲过一劫。本想着能蒙混过关，可福康安又出了一道难题。他直言当年和珅陪乾隆外出打猎，突然一只猛虎出现直扑皇上，和大人拼死护驾，最终被老虎咬伤。请问小月姑娘，这个伤口到底在哪儿啊？这一问直接把杜小月问懵逼了。虽然表面上和纪晓岚假扮夫妻，可二人连肌肤之亲都未曾有过，更不用说跟伤口有关的地方了。纪晓岚眼看事情败露，急忙起身提示，可他已然忘记杜小月压根就不识字。福康安还在一旁不停地催促，故意提示那伤口很明显，非常容易找到。一旁的猪八皮也是威逼带利诱，说不说我就给你上刑。杜小月情急之下只能随便搪塞一句，根本就没有什么伤口。哎，福大人，他还真说对了。哎，我和珅浑身上下他就没伤口。福康安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杜小月误打误撞竟然说出了正确答案。无计可施的他也只能扔下狠话，转身离去。乾隆意外从一位老妇人手中看到了跟自己身份关联的另外半片金锁，可因为自己皇帝的身份，让他在是否相认的问题上犹豫不决。莫愁认为儿子成了皇上，当母亲的应该更开心才对，可乾隆却并不这样认为。儿子成了皇上，就不能随随便便的相认了。为什么？皇上的母亲是太后，太后依然健在，皇上怎么相认呢？虽然自己大费周章只为寻找亲生母亲，可一旦相认，就会挖出那些被埋藏许久的皇宫秘史，而且一定会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什么人都可以认母，唯独皇上不可以。皇上肩负的责任太重大了，他是不可以有另外一个母亲的。可毕竟是血浓于水的感情，乾隆嘴上不愿意相认，两条腿却鬼使神差的来到佛堂。当他拿起另外半片金锁，严丝合缝的拼到一起，一时间竟然有点不知所措。恰逢此时门外一只飞镖朝他袭来，乾隆挥舞扇子侧身躲过，看到刺客跳墙逃走，毫不犹豫追了上去。原来乾隆在寻找生母途中被天地会叛党追杀，莫愁姑娘身受重伤，二人四处躲藏。逃跑途中，乾隆不慎将金锁丢在树林之中，关键时刻被一位好心的妇人救了下来。被叛党劫持的14王爷假装检查使，将捡到的半片金锁塞到莫愁手中，随后让四姑娘一路尾随找到了乾隆落脚的地方。14王爷之所以引乾隆出来，是为了阻止他寻找生母。在他看来，金锁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阴谋，并且认定是有人在煽风点火，图谋不轨，所以他宁愿冒着欺君的罪名，也要劝乾隆速速回京。关键时刻，福康安赶来救驾。逃离之后的乾隆更加坚定了要跟生母相认的决心。与此同时，老太太也来到佛堂。当看到自己一直守护的半片金锁突然多出了半片，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难道是老天爷真的开眼了吗？菩萨，你把我的儿子又送回来了！我的儿子，他在哪儿？他在哪儿？抱着期待的心情，他推开了莫愁的房门，因为金锁正是自己带回两人之后才凭空出现。老太太在40年前亲手把另外半片金锁戴在了儿子身上，几十年来她拜佛诵经就是祈祷能再见儿子一面。如今老天开眼，另外半片金锁从天而降，她自然不能放过这个机会。姑娘，你告诉我，那个自称许仙的人到底是谁？莫愁虽然知道事情真相，可在没得到乾隆同意之前，她还是无法坦白。无论老人如何恳求，莫愁始终不愿开口。老夫人，我真的不能说啊！可为了找到自己的儿子，老太太竟然给莫愁跪了下来。我等着半个金锁已经等了几十年了，几十年来我流的眼泪比江河还要长。今天这半个金锁回来了，姑娘，我求求你，你就告诉我吧。面对老太太一片赤诚之心，莫愁再也无法坐视不理。你说他是不是我的儿子？他是。然而当老太太得到真相之后，竟然激动地晕了过去。与此同时，和珅也已经抵达云州府，他要和冒充他的纪晓岚当堂对质了。可福康是给牲口吃的，不是给人吃的。哎呀，
灾民还算人吗？行将饿死的人就不是人了，那就是畜生。纪晓岚因说不出和珅给官员的密函，被识破身份。在被押入大牢的最后时刻，他让杜小月去找乾隆求救。乾隆离开燕城之前，和珅并不打算放纪晓岚出来，可作为最佳损友，他还是打算和老继续叙旧。二人见面自然少不了一番唇枪舌剑。行，军中我奸，军廉我贪，军贤我恶，行吧？天下清明被你占光，天下恶名被我占光。斗嘴归斗嘴，可正事还得先说明白。他告诉和珅，燕城官员为了中饱私囊，竟然用赈灾粮换取富康和草料糊弄百姓。可和珅不但清清楚楚，而且倍感欣慰。见纪晓岚一脸懵逼，和珅帮他做起了算术题。在他看来，1斤粮食可以换3斤富康，这就意味着原本可以救活1个人的粮食，现在可以救活3个人。可富康是给牲口吃的，不是给人吃的。哎呀，灾民还算人吗？行将饿死的人就不是人了，那就是畜生。只要能活着，还什么富康啊？那是好东西。纪晓岚万万没想到，如此没人性的话语竟然出自堂堂军机大臣之口。然而事实证明，他还是太过理想化。连年征战导致国力大量损耗，如今的国库已然是个空壳子。朝廷虽然尽全力拨了赈灾粮款，可却是杯水车薪。真正的治国并非是以书生的姿态坐在书斋里手捧圣贤书骂当朝者而已。想要了解真正的人间百态，就得实事求是。我亲自到灾区去过，到那儿一看，我心都凉了。我这才知道，不管朝廷发现多少救灾的粮食，永远也不够。纪晓岚被说得无言以对，可和珅似乎还意犹未尽。紧接着一个灵魂三问，让纪晓岚三观彻底颠覆。哎，你见过这个吃观音土活活胀死的人吗？你见过这千里平原所有树木的树皮都被啃光的情形吗？易子而食，那是史书上的4个字而已，我是亲眼见过的呀。这换孩子吃啊，就是锅里的一堆肉。可纪晓岚却只看表面现象，即便如此，这也不能成为贪官们中饱私囊的理由。救民先救官，官都活不了，还救什么民？荒唐！这是事实。千千万万的灾民，难道要皇上亲自去发赈灾粮吗？说到底，还不是得靠下面的官员喂饱了他们，他们才肯给我去卖命。纪晓岚被和珅的一套谬论彻底整不会了，他拍着桌子引经据典地跟和珅说了一大堆清官的名字，可和珅却反问他自古以来有多少清官，多少贪官。清官如凤毛麟角，贪官如黄河之沙。对呀，所以作为堂堂军机大臣，不想办法依靠贪官，还能依靠谁？我这个军机大臣，要是没有他们撑着，那就是个屁。我容易吗？原本是一场向和珅兴师问罪的谈话，莫名其妙竟变成了和珅的吐槽大会。看样子纪晓岚已经被和珅说得败下阵来。然而让他疑惑的是，既然和珅认为贪污这么理直气壮，可为什么还要想方设法地毁掉账本？然而在此时的和珅看来，毁不毁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因为纪晓岚拥有过目不忘的本领。纪晓岚却认为这是好办，直接把自己脑袋砍下来，不就万事大吉了？你以为我没有想过呀？但是我说了不算。再者说，纪先生这大清国第一才子的脑袋，我还真舍不得。其实和珅关纪晓岚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把他和乾隆彻底分开。只要乾隆找到生母离开燕城，他就会第一时间放纪晓岚出狱。可他不知道杜小月已经找到乾隆来救纪晓岚了。对，我就是纪晓岚，我混账，我不是东西，我冒充和珅，我罪该万死，我该下18层地狱。杜小月当街拦下和珅的轿子，手拿状纸，大声吆喝着要状告轿中之人。狗腿子猪八皮见状，急忙上前制止。轿子里是谁，我就告谁。放肆！轿子里坐的是和珅何大人。没错，就是告他。听到杜小月要状告自己主子，猪八皮不乐意了，二话不说就要治杜小月以下犯上之罪。鸡贼的和珅当然知道事情没这么简单，要过状纸一看，瞬间亚麻呆住了。皇上，杜小月虽然不知道许仙就是当今圣上，可作为乾隆最宠爱的何宝宝，他一眼就看出升堂2字出于自己老板之手。碍于老板的淫威，他没法告诉大家真相，只能乖乖以被告人的身份让知府抓紧升堂。怎料狗腿子们早都想好了应对之策。大人，这衙门是8字开，我不让他进来，他就进不来。放屁！有些话不是捡起来就可以随便说的。看这样子，等会上堂肯定会有一场好戏看了。纪晓岚被邀请上堂之时，就已经猜到其中缘由。既然自己的靠山来了，那可得好好表现一番。一上来就跟和珅评个没完。何宝宝最看不惯他这副小人得志的样子。纪晓岚，你少来这套。知府二话不说就要让纪晓岚跪下，可纪晓岚却不慌不忙地指了指堂上的和珅。纪晓岚，大人让你跪下呢。放肆！你不就是纪晓岚吗？就这样，几人又为真假纪晓岚掰扯半天。
知府无奈只得传原告杜小月上堂审讯。怎料杜小月一上来就指认和珅是假冒伪劣，还胸有成竹地表示有人可以给他作证。证人？对啊，证人一定是你收买的，不算数。你这是个混官！哎，堂刘大人居然不敢见证人，这真太可笑了吧！此时的刘知府显然还不知道，这个所谓的证人就是当今圣上，一脸谄媚地表示谁来了都能让他变成伪证。一转眼，乾隆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走进大堂，和珅见状，噌的一下站了起来，习惯性的就要给主子行礼。纪晓岚则技高一筹，用2个指头代行跪拜，可其余几人竟完全没看出任何异样。猪八皮更是一个劲在旁边送人头。就是这小子，他跟杜小月本来就是一伙的。后知后觉的知府这才发现和珅已经站了起来。您站着，下官不好审案。那你也就站起来啊！站起来！主子都发话了，狗腿子岂敢不从？只是让和珅没想到，知府一开口就是王炸。他直言乾隆是个贪财的卑鄙小人，为了碎银几两，竟敢在大堂之上做伪证。刘大人，按照当朝律法，证人和被告要当堂对质，律法由我裁定，这条不算数。我朝也有这样的官。纪晓岚看热闹不嫌事大，直接把矛头对准和珅，让他定夺。您要不要和这位许仙当堂对证啊？和珅气的后槽牙都快咬碎了。这纪晓岚明摆着是要拉自己下水，可关乎脑袋和前途，他又不敢当堂发泄，只能颤颤巍巍询问乾隆的意思。不妨对质。那就对，大人对。猪八皮不知深浅，还在一旁不停送人头。杜小月一把将乾隆推到和珅面前，结果乾隆直接对着和珅喊了一声小妓。此时的和珅还是一脸懵逼，他不知道自己这位主子到底唱的是哪一出。我们一块儿去赶考功名，你考中了，我落榜。大胆，不得无礼！可乾隆却不耐烦地问他到底是不是纪晓岚。和珅满脸的不情愿，可也只得乖乖承认。我是。哎，你说大声点儿，这谁听得见呢？你到底是谁？我是纪晓岚。身旁的官员们顿时傻眼了，这才1、2天的功夫，怎么就跟过山车一样，在真假和珅之间来回改变立场？就在和珅不知道该怎么解释的时候，乾隆却告诉大家是纪晓岚故意冒充和珅来此行骗。可能吗？可能啊！对，我就是纪晓岚，我混账，我不是东西，我冒充和珅，我罪该万死，我该下18层地狱。纪晓岚被骂得体无完肤，也只能打烂牙往肚子里咽，因为他坚信早晚有一天自己还会再骂回来。岂有此理！这是监狱啊，还是客栈啊？啊！这不是朱伯平吗？又叫朱波皮。和珅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昨天还对自己毕恭毕敬的猪八皮，转眼的功夫翻脸竟然比翻书还快。把这桌子上的书籍还有这桌椅，通通给我搬出去！贪官们见风使舵的本领炉火纯青，惹得纪晓岚也是哭笑不得。猪伯皮，你可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啊！为了讨好真的和大人，猪八皮放着旁边的椅子不拿，故意从和珅屁股下面把椅子拽了出来。纪晓岚为了报公堂上的一箭之仇，故意询问猪八皮是否搞清谁才是真正的和珅。猪八皮一脸谄媚，对着纪晓岚各种恭维，什么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满脸红光的词不停招呼，惹得小编都忍不住将他曾经诋毁纪晓岚的画面再重温一遍。我早就知道他不是何大人，獐头鼠目，没有贵气。这回我要报仇了。我一看啊，就没错。你看人家长相，富态，大官儿错不了。此刻用官子2张口来形容猪八皮，真是再贴切不过。哎，你看看他的相呢？他那个一脸的虚胖，那肌肉松弛，脸无血色，那双眼跟死鱼眼是一样的。被自己的忠实走狗骂成死鱼眼，和珅内心是崩溃的。可他清楚这是纪晓岚在故意煽风点火，索性刻意提醒猪八皮自己是纪晓岚，让他说话注意点。纪晓岚算什么东西呀？纪晓岚给何大人提鞋都不配。纪晓岚是配给何大人啊提夜壶。听到这话，和珅瞬间舒服了很多，可一旁的纪晓岚却不乐意了。滚出去！本以为可以讨主子开心，没成想又被骂得狗血喷头，这可让猪八皮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滚出去！你再不滚，我让你给纪晓岚提夜壶。纪晓岚偷鸡不成蚀把米，这滑稽的行为顿时惹得2人捧腹大笑。不过他来探望和珅可不只是为斗嘴这么简单，因为在和珅坐牢期间，纪晓岚调查了有关贪污的所有账本，贪官们如何瞒天过海谎报灾情，如何制造假文书，勾结钱庄粮行倒卖粮食中饱私囊，以及勾结内务府欺瞒皇上的所有环节，他都了如指掌。可奇怪的是，主谋薛大老板却销声匿迹，没有线索，竟然连燕城知府都没见过他的神秘面孔。无奈之下，纪晓岚想到了关在监狱的和珅，虽然账目上跟和珅福康安有关的线索被做得点水不漏，可他深知和珅一定也参与其中，并且和薛大老板是单线联系。和珅倒也不藏着掖着，坦诚不公地向纪晓岚承认了自己参与其中的事实。
但对于薛大老板，他也只是简单敷衍，因为只要这个幕后主使不现身，谁也拿他没有办法。薛大老板认识他的人越少，他就越安全，他越安全，我就越安全。为了让此案尽快翻篇，和珅劝纪晓岚随便拉几个贪官出来交差。虽然他知道以纪晓岚的能力可以查个水落石出，可到底多久能查出来才是最大的问题。你一天不破案，皇上一天就回不得京城。你以为这样做值得吗？严惩官吏，国之所属，不能除害，百姓对我大清国还有什么信心呢？灭蜀有一只猫足矣，可是你现在困住的是一条龙。要知道，这大清国可不止燕城这一个灾区，皇上不回京就无法安排其他的赈灾事宜。他劝纪晓岚不要为了沽名钓誉而饿死更多的百姓。和珅一番话让纪晓岚茅塞顿开，痛定思痛之后，他决定放和珅出狱。可这并不意味着他已经向和珅妥协。原来就在和珅坐牢期间，他已经安排杜小月以和珅的名义查封了薛大老板名下所有钱庄和粮行。他深知和珅不会轻易告知薛大老板的线索，索性在牢中演了一出，并打算以和珅做诱饵。此时的和珅还不清楚纪晓岚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纪先生什么时候改成马车了？这马车可是专为何大人备下的。为我？当然了，这马车虽然寒碜点儿，难得你这份孝心呢，难得你这份善心的。一转眼又看到一面写着军机大臣和珅的旗帜在拼命摇摆，这让和珅更加纳闷。可纪晓岚却表示要为何大人恢复身份，好让燕城的百姓们都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和珅。然而正是这一番操作，竟差点要了纪晓岚的小命。马上通知薛大老板见到何大人了。谁跟你是一家人呢？你这儿囤了这么多的粮，灾区的百姓却只能吃到辅料。何大人说了，不公平，全给我放了。是。纪晓岚为了引出赈灾贪腐案的幕后主使，故意让杜小月以和珅的名义查封了其名下的所有钱庄和粮铺。快通知薛大老板！可他不知道，这传说中的薛大老板竟然是乾隆刚刚找到的生母白娘子。老太太盼了40多年，终于盼来了亲生儿子，可她却不知道纪晓岚正提着死亡令牌朝她走来。除了查封店铺之外，纪晓岚还带着和珅招摇过市，甚至在其入住的府邸门口敲锣打鼓，舞狮迎接。纪晓岚，这么盛大的欢迎场面，你是特意为我安排的？那正是啊。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原来纪晓岚认定薛大老板只跟和珅单线联系，所以他在每一张封条上都盖上了和珅的大印。薛大老板得知此事，肯定会找和珅算账，而自己所有的铺垫只为让薛大老板主动现身。这下我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难怪你要拉我招摇过市，这是要引薛大老板自投罗网了。此时的纪晓岚还没意识到自己已经惹祸上身，就在他以为胜券在握时，薛大老板竟真的找上门来，对着和珅就开始兴师问罪。何大人，你该给我个交代。和珅听罢急忙起身向老夫人介绍身旁的纪晓岚，可老夫人压根就没把纪晓岚放在眼里，毫不客气地向和珅发起灵魂拷问。我只要向何大人讨一个说法，是我的钱给少了，还是有什么地方礼数不周？面对如此犀利的质问，和珅也是有苦难言。当下他只想尽快把薛大老板的怒气全都转移到纪晓岚身上。这全是纪先生的杰作。纪晓岚怎么也没想到，这大名鼎鼎的薛大老板竟然是一介女流之辈。女人做生意有诸多不便，所以就用男人的身份做掩护，高明。薛大老板并不想跟纪晓岚多说废话，转头再次把矛头指向和珅，直言他们二人之间的事情还是不要让外人参与的好。和珅一脸惆怅地表示自己也是没有办法，要怪就怪皇上把自己的大印交给了纪晓岚，而纪晓岚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引你出现。果不其然，你就中了他的诡计。恍然大悟的薛大老板转身看向纪晓岚，没想到自己机关算尽竟栽到这个书生手里。纪晓岚则是一脸得意，现在贪污赈灾粮款的所有案犯已经到齐，案子也终于到了可以收网的时候。可老夫人却无所畏惧地大笑起来，还直言自己这辈子什么样的房子都住过，唯独没住过监狱的牢房。那我就成全你。来啊，送这位老夫人入狱。和珅眼见大势已去，心如死灰般坐了下去。怎料老夫人却语出惊人，她表示莫愁正在她家养伤，陪莫愁一起的还有个叫许仙的。一听这话，和珅的死鱼眼瞪得更大了，吞吞吐吐询问对方是何身份。我就是他的亲生母亲。老夫人一句话差点惊掉二人下巴，她嚣张地表示自己现在就要回家，要是有什么问题，请到她家里找她谈话。看着对方潇洒地离去，纪晓岚彻底懵逼了，自己费尽心思揪出的幕后黑手，竟然是当今皇上的亲生母亲。这样的结果可把和珅开心坏了，原以为自己会因此断送前程，可薛大老板白娘子的身份却成了自己的保命符。我看你纪晓岚接下来该怎么办？薛大老板是当今皇上的生母啊！天助我也，真是天助我也！纪晓岚，你输定了。
许仙的娘又怎么了？就是皇上的娘也得抓。杜小月一句话直接唤醒了纪晓岚的洪荒之力，二话不说，带着衙役把乾隆他妈的轿子当街拦下。纪晓岚，你好大的胆子！盐城府官吏涉嫌侵吞赈灾2款一案，老夫人涉嫌重大，纪晓岚依照我朝律法扣押老夫人候审。看样子纪晓岚已经做好誓死捍卫国法的准备，这可把苦苦等待生母的乾隆急个半死。老太太打中午出门到现在一直杳无音讯，乾隆一筹莫展之际，和珅跑来跟他汇报，可为了给纪晓岚下一剂猛药，和珅一脸谄媚的恭喜乾隆找到了亲生母亲，接着趁乾隆高兴之际，故意泼了一盆冷水。老夫人被人抓起来了，是谁这么大胆呢？纪晓岚。纪晓岚？是的，纪晓岚为了追查燕城一案，罗织罪名，滥捕无辜，居然把老夫人当成了罪犯。得到消息的乾隆大为恼火。可和珅还在一旁添油加醋。哎呀，皇上有所不知，这个人一向居心叵测，为了树立自己的威望，就是要让皇上难堪。奴才百般的劝阻，他反而把我骂了一顿。乾隆一气之下，打算找纪晓岚兴师问罪。得知薛大老板被抓进大牢的猪八皮显得异常兴奋。谁都知道薛大老板家财万贯，富得流油，好不容易有中饱私囊的机会，自己怎能放过？夫人，这儿归我管。只要您慷慨一点，大方一点。你要钱，等我儿子来吧。你儿子是谁呀？皇上驾到！猪八皮循声望去，眼前这个身穿龙袍朝自己走来的，竟然是被自己追杀过的自称许仙的男人，顿时吓尿般呆愣在原地，不知所措。可乾隆压根就没拿他当回事，转过头把矛头指向纪晓岚，质问他哪来的胆子关押自己的亲生母亲。怎料纪晓岚一身正气，直言是受皇上之命秉公执法。纪晓岚强词夺理。原来纪晓岚到燕城之前，乾隆给过他一道密旨，无论是皇亲国戚还是文武百官，皆可抓捕审问。虽然自己知道老夫人是皇上生母，可这也无法掩盖他是幕后主使薛大老板的事实。薛大老板协助燕城官吏侵吞赈灾2款的主谋之人，正是这位薛大老板。听到这话，乾隆非常震惊，他不相信自己刚刚才相认的亲生母亲竟然会做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可纪晓岚表示，燕城知府刘长福等人可以作证，而且自己已经拿到了一个秘密账本，里面记载他们官商勾结洗钱洗粮的罪行，铁证如山。此时的乾隆已然陷入进退两难之地。关键时刻，和珅出了一条馊主意，他建议乾隆亲自出马预审此案，这样一来，释放还是扣押就由乾隆说了算。抱着仅存的一丝侥幸心理，乾隆来到关押几名贪官的牢房门口，可几名贪官一致承认背后主谋就是薛大老板，这让乾隆心情变得更加沉重。作为儿子，他更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可就在他刚走出衙门之时，杜小月却带着2个孤儿跑来告状。小六子，这就是皇上，你们不是要告御状吗？快！娘，我死了，我要娘。皇上要保自己的娘，可是谁还小六子的娘呢？此刻乾隆终于下定决心把母亲送到公堂之上，可在此之前，他打算再尽一尽孝道，因为一旦上了公堂，自己还有没有机会跟母亲相聚就成了未知数。皇上不能预审，放肆！大清律法明定回避制度，犯人亲属不得审理案件。老夫人柳如絮是皇上的生母，皇上是本案主犯之子，理应回避呀！皇上。虽然所审之人是乾隆的亲生母亲，可为了还灾区百姓一个公道，纪晓岚誓死捍卫国法，乾隆自知理亏，也只能按照流程办事。涉嫌贪污赈灾2款的知府几人全部被判斩立决。到了主犯薛大老板时，纪晓岚却犹豫不决。乾隆抱着最后一丝侥幸，迫不及待想从纪晓岚口中知道答案。纪晓岚宣判：柳如絮，人称薛大老板，斩立决。听到审判结果，和珅简直惊呆了。在他看来，纪晓岚已经彻底疯了，竟然连皇上的生母都敢判死刑。纪晓岚，还有什么人没判？和珅这句话原本只是想发泄一下心中怨气，没想到纪晓岚却缓缓站了起来，然后恭恭敬敬地取下官帽。纪晓岚斩立决。堂下的乾隆有点懵逼，他不知道纪晓岚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纪晓岚表示自己身为人臣，却斩了皇上生母，实属大逆不道，理应处斩。乾隆内心五味杂陈，大清能拥有如此清官也真是难得。杜小月斩立决。杜小月这一嗓子着实让小编有点尴尬，可看着纪晓岚一心为民，最后还得搭上性命，杜小月义无反顾，准备陪纪晓岚一起赴死。平民百姓尚且有如此格局，作为皇帝还有什么可犹豫的？于是他又补了一句：还有一人也当斩。此话一出，旁边的何宝宝惊呆了。整个公堂之上，唯一没被宣判的人就剩他自己了。难道主子已经不再爱他了吗？纪晓岚举起惊堂木，等待乾隆对和珅最终的判决。怎料乾隆语出惊人：爱新觉罗弘历斩立决。此话一出，和珅的死鱼眼瞪得更大了。
自己的金主爸爸这是要闹哪样？纪晓岚手中的金堂木急忙放了下来。作为臣子，哪有宣判皇上的道理？朕身为一国之君，为维护国法，不能保全生母，亦当出战，以为天下不孝子戒。臣不能叛君呐！子可以训母。看乾隆似乎已经下了决心，和珅彻底不淡定了。大清国可以没有和珅，也可以没有纪晓岚，可唯独不能没有乾隆。他眼含泪水，怒斥纪晓岚没有人性，随即走到纪晓岚跟前，要求他放了老夫人，要不然自己的金主爸爸可就保不住了。一旁的小月也明白乾隆不能死的道理。然而就在纪晓岚进退两难之时，伴随着薛大老板的仰天大笑，一口鲜血从他口中吐了出来。原来在升堂之前，他就认定自己无法善终，所以来之前就已经服下了剧毒。可谁又能想到，老夫人做下这伤天害理事情的背后，竟然隐藏着一个母亲无法言语的思念之苦。40年来，他躲在这个无人问津的角落，每年都为儿子缝一件他根本穿不上的衣服。14王爷告诉我说，我只要这样做了以后，他就安排你来见我，你就认我这个娘。14王爷的蛊惑犹如黑暗夜空的一盏明灯，即便知道前面是无底深渊，可为了临死前能再见儿子一面，哪怕机会再渺茫，他也宁愿一试。苍天不负有心人，虽然这样的结局不是自己所期盼的，可儿子的一声呼唤也算是给他最大的安慰。活着见儿一面，死而无怨。乾隆的寻母之行就这样告一段落。可回过头再想想，当初奶娘怎么就莫名其妙的病重离世了？因为没有任何征兆，乾隆觉得非常蹊跷，于是召纪晓岚对奶娘之死做详细调查。杜小月也因深受太后恩宠被允许参与调查，这个我们下回再说。此案最大的线索是药方的用纸。臣隐约记得药方上有一个水印，水印中有28亩田4个字。这28亩田它就是一个黄字啊！臣一直不解，堂堂殿前御医吕长安为什么会用一个姓黄的药方陷到宫中？这其中必有缘故啊！皇上，此时的纪晓岚还不知道，这个名叫吕长安的御医原名就叫黄铁牙，他和儿子黄秉堂是山东临清家喻户晓的神医。14王爷就是利用他高超的医术，神不知鬼不觉地给乾隆奶娘下了慢性毒药。自知在劫难逃的吕长安为了不连累儿子，面对和珅纪晓岚的审问，只字不提药方之事，但这仍然无法避免他被14王爷灭口的事实。而为了讨好自己的金主爸爸，和珅竟巧合地找到了黄秉堂，用自己从宫中盗取的南海珍珠让他炼就长生不老丹药。看着眼前呈上来的药丸，他兴奋不已。殊不知他从一开始就步入了别人的圈套之中，而最终帮他澄清所有真相的竟然是纪晓岚。臣在临清调查吕长安之事，无意间发现了一个秘密，有人正在私炼长生不老的丹药。对于长生不老之事，乾隆压根就不相信，而且自己早都明文规定，严禁在对长生不老之事妄加信任。纪晓岚身为大清第一才子，怎么能轻信如此荒谬的事情？臣当然不敢轻易相信。继续调查，又发现一件不得了的事啊！因为他发现炼丹所需的重要材料，竟然是从南海进贡到皇宫的珍珠。一听这话，和珅立马就慌了。纪晓岚，你怎么又把珍珠的事扯出来了？你这是落井下石啊！你有人公然盗取皇家贡品，这让乾隆非常愤怒。纪晓岚却直接把矛头指向和珅跟富康安。和珅，你身为朝廷重臣，为何知法犯法？老板一发火，和珅当场吓尿，吞吞吐吐，不知道该如何解释。然而纪晓岚却话锋一转，帮和珅说起了好话。他直言，虽然盗取皇家贡品是万死之罪，可两位大臣冒着风险不辞辛苦两地奔波，炼制益寿延年、助荣养颜的丹药，是为了太后和皇上。一听这话，和珅立刻喜笑颜开。这话你早就该说了，真是。可纪晓岚却铁了心想让他坐一回过山车，因为自己多方查证之后，竟然发现和大人炼制丹药的药方和奶娘的药方出自一人之手，同样都是精心设计具有慢性毒药的功效。乾隆自然清楚和珅不会毒害自己，可事实摆在面前，和珅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乾隆看热闹不嫌事大，提高嗓门质问和珅是否知罪。纪晓岚却表示和珅其实根本不知情，最多也只是邀功心切，才中了别人的圈套。乾隆此时才明白纪晓岚的真实用意，于是询问和珅药方从何而来。启禀皇上，这药方来自于14王府。胡说！本王从来没有见过如此之药方。和珅这才明白自己是被人当枪使了。既然你不仁，那就别怪我不义。他告诉乾隆，药方是四姑娘交给富康安，而自己立功心切，才不小心步入了圈套。纪晓岚当然知道这背后的弯弯绕绕，
更何况这药方上面的每一味药材都是珍贵的药材和上等的补品，普通人谁看一眼都会被它的表面所蒙蔽。所以何大人他才敢夸下海口，说这是长生不老之仙药。但据臣所知，这药只要添加上另外一副药，掺合起来就成为毒药，使人在不知不觉中丧失了性命。凶手意图何在？他们的意图就是利用何大人把丹药带回京城，呈现给皇上。和珅，你有什么话说？面对乾隆的厉声质问，被蒙在鼓里的和珅这才恍然大悟。可是到如今想后悔也为时已晚。还好有纪晓岚帮他说好话，才侥幸躲过一劫。然而此案曲折复杂，一言难尽。从奶娘命案到药方之谜，一切迹象都与14王府密切相关。乾隆听罢大为吃惊，他不相信14王爷会做出这样谋逆之事。纪云，你若无真凭实据诬陷皇叔，乃是灭门之罪，你要三思啊！为报皇恩，纪晓岚何惧粉身碎骨啊！纪云，殿堂之上不可戏言。乾隆话音刚落，纪晓岚从怀中拿出一瓶所谓的长生不老神药。可这丹药虽然出自何大人之手，但是到底有没有毒，还得找个人试试才能知道。你如何施法啊？何大人炼成了丹药，自然不能置之度外，让何大人先服上一粒，不就能证实他的清白了吗？和珅万万没想到纪晓岚竟然在这等着他。这药有毒没毒还没得到验证，可如果真的有毒，那自己这条老命不就搭进去了？就在他想方设法逃避之时，纪晓岚又把矛头对准了14王爷。纪晓岚，你是何身份？敢要本王试毒？哎，王爷，不试怎么知道有毒没毒？莫非王爷心虚不成？那好，只要你们敢吃，本王有何不可？好，请皇上恩准端3碗9莲子茶上殿。这丹药虽是何大人炼的，但有毒没有毒还是个疑问，所以臣想了一个以身试毒之计，请皇上恩准。按照惯例，以身试毒都是用死囚犯当试验品，可纪晓岚却直接把矛头对准了一旁的何宝宝，还直言是为了帮何大人证明清白。这可把我们何宝宝吓得半死。纪晓岚，你太损了你！这药有毒没毒，虽然不得而知，但是万一要是有的话，你这不是存心要我的老命了？为了让幕后主使原形毕露，纪晓岚转过身，又把矛头对准了14王爷。怎料14王爷竟痛快地答应了试毒的要求。原来这长生不老药丸只是一个幌子，它是由多种名贵药材和高档补品炼制而成，单纯的服用效果也就是延年益寿。可一旦和9莲子茶产生作用，就会变成剧毒。而14王爷胸有成竹的原因也正是如此。可他没想到纪晓岚已经把药方之谜查得清清楚楚，并且在他同意试药之后，向乾隆申请了9莲子茶。好，端9莲子茶。谢皇上。一听这话，14王爷瞬间改变态度，心虚地表示自己从来不喝9莲子茶。3人试毒一律平等，王爷怎么可以例外呢？更何况这9莲子茶乃14王爷所进贡，关键时刻他不肯服用，不得不引起了乾隆怀疑。纪晓岚看出了他的心虚，还故意在一旁拱火。莫非王爷怕死？反正本王死也不喝。见此情景，纪晓岚灵机一动，把矛盾拉到和珅头上。既然王爷不愿意喝，那就只能是炼丹之人先试一试了。鸡贼的和珅岂能受纪晓岚的忽悠？宁愿抗旨被乾隆处死，也不愿不明不白的冤死。纪晓岚见其他2位都不愿以身试药，那就只剩下自己一人担此重任。说罢，拿出药瓶，倒出一粒，打算喝下。关键时刻被杜小月大声制止。慢着！众人循声望去，皇太后在杜小月的搀扶下走上大殿。原来太后带着杜小月已经在后堂听了许久，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她也搞得一清二楚，因此她更不能眼睁睁看着纪晓岚喝下毒药，所以在关键时刻让杜小月大声制止。与此同时，太后也带来了一个关键人物。14王弟，你看是谁来了？14王爷转头看去，差点惊掉下巴，自己处心积虑害死的御医吕长安竟奇迹般出现在自己眼前。你没有死，要不是纪大人妙计相救，老臣早就没命了。原来纪晓岚在得知他们要密谋害死吕长安后，故意用障眼法骗过了包括4姑娘在内的所有人，然后吩咐杜小月偷偷带吕长安先行回京，这才有了今天的当堂对质。纪晓岚，罪证俱在，你还想狡辩吗？14王爷自知大势已去，转过身从太监手中端过一杯9莲子茶，然后走到纪晓岚跟前，抢走了手中的长生不老仙丹。临死之前还不忘给纪晓岚撂一句狠话：本王千算万算，竟没有想到事情会坏在你的手中。说罢，转过身对乾隆做了最后的忏悔，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将仙丹就着9莲子茶喝下。此时的他已经是心如死灰，想当年真皇位没能争过4阿哥雍正，现如今又惨败在自己侄子的手中，自己还有何颜面苟活于世？可左等右等却不见他毒发身亡，搞得何宝宝一脸懵逼。没事的。启禀圣上，
刚才14王爷吃的何大人炼的丹药，经过御医黄铁牙之子林清州小神医黄秉堂，他添加了几味草药，已经化解了毒性，现在它成了补药了。纪晓岚一番话惹得14王爷差点骂娘，可是已至此，自己也只能乖乖就地伏法。罪臣该死，请皇上下旨治罪臣应得之罪啊！和珅花5块钱从古玩市场买了一件宝贝，竟然谎称是苏东坡用过的古砚要献给乾隆。看着手里的宝贝素心雕龙珠沙雀眼，乾隆爱不释手。紫袍金带实属罕见啊，可谓是传世之珍宝啊！殿下的纪晓岚极度的伸长了脖子想看个究竟，可碍于面子，他只能表现出一脸不屑。乾隆一眼就看出了纪晓岚的小心思，他询问纪晓岚是否有什么想说的。纪晓岚逮着机会请求能否让自己也欣赏一番。宋朝第一才子之物，当然得由我大清第一才子来鉴定了。和珅为了不让自己难堪，特意叮嘱纪晓岚要认真鉴赏，因为这东西他可是特意找了专家鉴定。怎料纪晓岚拿在手中玩弄了一会，突然发现了一丝猫腻。臣大胆禀告皇上，此砚乃赝品。原来古砚内侧刻有德比专须4个古字，专须乃上古3皇5帝其中之一。苏东坡将此砚献给宋神宗，正是为了赞美其一代明君品德高尚。然而正是这4个字让纪晓岚看出了端倪。东坡先生一生效忠宋神宗，神宗皇帝的名字叫赵顼，东坡先生怎么可能把皇帝名讳中的一个字刻在这砚台之内呢？纪晓岚言之有理，臣子必会天经地义，砚有地名必是赝品。要是放在平时，被纪晓岚当场揭穿，何宝宝肯定会当场发怒。但此刻他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夸赞纪晓岚慧眼识珠。事出反常必有妖人，若反常必有刀。果然，和珅笑呵呵地转过身，一个眼神，旁边的太监立刻心领神会。他走上前提示乾隆砚台之上有异色，说罢用自己的拂尘在古砚上搓了搓。障眼法的雕虫小技，皇上真是慧眼如炬，原来您早就看出来了。这是后人在上面烧了一层风泥，为了保护古砚。原来和珅为了在纪晓岚跟前扳回一局，故意在古砚上烧了一层风泥，并刻上了4个小字。纪晓岚因为嫉妒一时间看走了眼。皇上，臣纪晓岚学业不精，鱼目混珠，险些迷蒙了皇上的圣眼，请皇上恕罪。乾隆虽然没有治纪晓岚污蔑之罪，可他却因和珅进献古砚有功，赏了和珅一件黄马褂，并且特意强调要让纪晓岚亲自帮和珅穿上。一听这话，和珅立马就嘚瑟起来，摇摆着身子就要让纪晓岚现场兑现。纪晓岚心有不甘，关键时刻心生一计，他告诉乾隆自己前几天在琉璃厂也发现了一件东坡之物。乾隆默契地配合着他的演出，装傻充愣。哦，是哪家古玩店铺？这么巧啊！纪晓岚却表示自己是在一个地摊上发现的，除了自己没人能知道那地方在哪。要是自己去晚了被别人买走，那自己可不就成了千古罪人了。和珅一眼就看出这是纪晓岚的脱身之计，可乾隆看热闹不嫌事大，继续装傻充愣，因为他想看看纪晓岚接下来会玩什么把戏。可就这么放了纪晓岚，又担心和珅不得劲。但是你要是空手而归，臣愿为何大人更衣脱靴。和珅好容易逮着个羞辱纪晓岚的机会，岂能放过？乾隆更是开心的合不拢嘴，让他赶紧去买来看看。纪晓岚暂时躲过了帮和珅穿黄马褂的羞辱，可整个京城的古玩店乃至整个琉璃厂自己再熟悉不过，别说是苏东坡的古物，就是苏西坡的也没有啊。要是一天之内兑现不了自己吹过的牛逼，那明天早朝自己就要给和珅更衣脱靴。你要给和珅更衣脱靴啊？是，那你的手上就会有和珅的脚臭味了。我纪晓岚是不是您肯把双手剁掉，我也不能给和珅更衣脱靴呀？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和珅却带着一队人马来到了琉璃厂，因为他要看看这纪晓岚到底在玩什么把戏。小月见状，急忙上前打圆场。然而纪晓岚此刻内心已然有了主意。纪大人，何大人叫你呢。哎呦，何大人该死，该死！何大人，不知道何大人到来，真是有眼无珠，有眼无珠啊！纪晓岚为了引和珅上当，故意把一件地摊货藏在身后，装神弄鬼，这顿时就引起了何宝宝的注意。刚才先生专心致志的在看什么呀？纪晓岚影帝附身，玩起了欲擒故纵，俨然一副害怕宝贝让和珅发现的样子。接着又让杜小月带着和珅四处转转，好把和珅支开。和珅被吊足了胃口，临走时一个眼神示意小弟偷偷盯着纪晓岚，可这又怎么能瞒过纪晓岚的眼睛？他故意凑到老板跟前，告诉他这东西自己要了，还故意提高嗓门告诉老板这是苏东坡用过的笔洗。我出500两银子，我现在没带钱，我去给你拿钱，东西给我留下，记住了，我叫纪晓岚。听到纪大人的名字，老板立马就慌了，一个劲跟老纪强调这个东西是假的。纪晓岚急忙示意老板不要吭声，是真是假自己难道还不清楚吗？反正我要花500两买下来，你等着收钱就是了。临走时还不忘强调一定要给他留下。我这顶乌纱帽可全指着他了。和珅小弟果然被纪晓岚高超的演技所蒙骗，转头来到和珅跟前告知了事情原委。东坡笔洗真让他找到了。此时的何宝宝似乎已经看到了纪晓岚给自己更衣脱靴的开心场面，
为了能当众羞辱纪晓岚，他打算来个捷足先登。转眼跟着小弟来到刚才的地摊跟前，为了截胡纪晓岚，他并没有仔细检查，直言自己要买下这个东坡笔洗。虽然老板一再坚持这是纪先生提前订好的，可最终还是没能守住和宝宝800两的金钱诱惑。恰逢此时，纪晓岚拿着取来的500两银子来到面前，见和珅已经上钩，他决定再上一把眼药。你也看上此物了？我跟皇上说的就是这东西。说罢，递上银子就要把东西带走，可和珅却一把拦住他，表示东西已经被自己买下。这下该纪晓岚不乐意了。这不对啊，何大人，您怎么能跟我抢东西呢？哎，不能这么说话嘛！我当时买的时候并不晓得你已经看中了。二人一来一回，惹得老板束手无策，心想这俩人怕不是有什么大病，为了一个赝品花高价你争我抢。和珅仗着老板收了自己的银票，不顾纪晓岚反对，拿着东西转身离去。临走时还嚣张地向纪晓岚发起挑衅：谁让你不揣着现钱呢？回到家的和珅心情十分痛快，看来琉璃厂一遭自己没有白跑，挤兑了纪晓岚不说，自己还得了一件宝贝。现在他要好好欣赏一下自己的杰作。刚才没来得及看，这回啊，要好好看看。好东西呀，好东西呀！可自古就有乐极生悲一说，看着看着，和宝宝的脸突然就沉了下来，不可置信地举过头顶做了再次确认，心中顿时跑过10000只草泥马。你刚才说我勾得什么宝啊，大人？瞎了你的狗眼呢，蠢奴才！这是赝品。第二天一早刚刚上朝，乾隆询问纪晓岚答应自己的宝贝带来没有，可纪晓岚却卖起了关子。听说和珅又从琉璃厂得了一件东坡珍品，倒不如让何大人先拿出来给皇上看看。何爱卿又得了一件东坡珍品，哎呀，快呈上来让朕欣赏欣赏。此时的何宝宝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可纪晓岚还在一旁不停拱火，说那是东坡先生收藏的绝世珍品。垂天一色的笔洗，那必是传世的佳品。何爱卿，快呈上来让朕欣赏欣赏啊！回皇上，他是这样，这个纪晓岚真是狡猾无比。昨日在琉璃厂，他硬是引诱奴才上了个大当，奴才花了800两银子买了一件赝品。乾隆听罢，虽然觉得十分有趣，可害自己白白高兴一场，实在有点扫兴。和珅逮着机会又把矛头指向纪晓岚，因为昨天纪晓岚答应要献给乾隆一件东坡珍品。启奏皇上，臣带来了。和珅不知道纪晓岚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这个盒子怎么看也不像个能装古玩的物件，于是故意走到自己马仔跟前，让他们统一战线。只要纪晓岚拿出东西，大家就一致认定那是赝品，势必要给纪晓岚扣个欺君之罪的大帽子。皇上，臣带着东坡之物货真价实，在朝的各位大臣，如果有一人说它是假的，臣愿为何大人脱靴子。两位马仔还正在开心地商量一会该怎么说，纪晓岚却淡定地打开盒子，端出了一碗东坡肉。东坡肉，哎，何大人说对了，正是东坡肉。就算我当街要饭，和珅他认出来了，也得下轿给我磕头啊！那是你小子是个人物，早晚大有前程啊！可是我不能坏了规矩，我得罚你。和珅作为钦差到兰州微服出巡，这天他带着莫愁和杜小月到饭馆吃饭，跟妹子吃饭自然要摆出一副财大气粗的样子。有什么好吃的说一说。这儿的鱼不错，牛羊肉你还吃得惯吗？哎呀，吃得惯吃不惯你甭管，捡最好的上啊！来试试，我全。他又白哭了，反正花他的钱他能摆吃。老板见来了的大冤种，开心地吩咐小二给几人上茶。突然门外一声今夜驾到，小二顿时扔下和珅上前伺候。何宝宝闻声望去，只见一老头衣着光鲜，手持大烟袋锅子，在一名官员的陪伴下走了进来。店内吃饭的客人也站起身，恭敬地打着招呼。这派头顿时就让我们的何宝宝大受刺激，不服气地拍着桌子吆喝着向对方示威，倒先跟老子叫上阵了。今夜作为兰州地面上唯一的霸主，还从没见过敢在自己地盘上和自己叫板的人，于是打算找机会教训一下这个生瓜蛋子。照往日一样，上好的席面给大爷我摆上来，到对面的楼上把山丹花、野百合叫来，陪大爷我喝酒。一听这话，和珅更不乐意了，敢跟我大清第一手付比财力，那我就陪你玩一玩。楼子里共有多少姑娘？不下7、80个吧，全给我包起了后着，一会儿给老爷我赏花。说罢，非常不屑地看了对面的金爷一眼。掌柜的深知金爷万万不敢得罪，偷偷告诉店小二先满足金爷的要求。和珅被压了一头，更加不服气了，吆喝着要吃店里珍藏年份最久的燕窝和鱼翅。可还没等店老板答复，金爷又杠了起来。这边要的牛、羊、驴肉要在活牲口身上一片一片的割，必须是嗷嗷大叫的。我要对留鱼片要仔细的刮，一根毛刺都不能有。二人跟说相声一样，你一句我一句，玩起了报菜名。照这样下去，这单生意做完，老板就能歇业大吉了。恰逢此时，店小二带着对面翠月楼的头牌赶来伺候金爷。莫愁杜小月看热闹不嫌事大，故意上前把两位姑娘拦截到何宝宝身边，看着何宝宝左拥右抱，金爷彻底怒了。
一拍桌子，命令手下要把对面几人胖揍一顿。杜小月、莫愁起身和对方厮打在一起，和珅一脸淡定地端着茶杯隔岸观火。可打着打着，杜小月和莫愁竟扔下和珅，潇洒离去。一伙人转身把矛头指向孤零零的何宝宝。御前侍卫出身的何宝宝岂会把这几个小喽啰放在眼里？3下5除2就把几人打翻在地。哦，这小子功夫还不错啊！奈何双拳难敌四手，功夫再好也架不住人多势众。和珅虽然身处险境，却仍然淡定自若。他底气十足地警告金爷自己是朝廷命官，奈何金爷压根就没把他当回事。我早就瞧出来喽，怎么的？你服不服啊？我不服。既然你不服，那我就打到你服为止。谁让我金爷绰号叫专治各种不服呢？可还没等动手，何宝宝瞬间改变立场。我服了。这可把金爷给逗乐了，一个劲地夸赞何宝宝明事理懂规矩，因为他从言行举止看出何宝宝是从京城而来，于是询问他和珅是不是也到了兰州。他是何等样人，怎么会到这种地方来？和珅这小子要敢来，我也照打不误。见和珅一副不屑的表情，金爷断定他认为是自己在吹牛逼，二话不说撩起衣襟向和珅展示了真实身份。皇室宗亲。原来金爷祖上曾随太祖努尔哈赤一起定过满洲，又追随清世祖福临打下了大清江山，因世代功勋卓著，被册封为铁帽子王。后来因不小心丢了铁帽子，才举家搬迁到兰州，自此不问政事，只管吃喝玩乐。不管怎么说，我们也是爱新觉罗的子孙呐，这血浓于水。随即金爷询问何宝宝归属满洲八旗哪一旗，得知何宝宝是正红旗，金爷轻蔑的放声大笑，想我金家可是正儿八经的正红旗旗主，要怪就只能怪你小子不长眼犯到我手里。见了老主子该怎么着啊？规矩都忘了？奴才给老主子请安，请恕奴才有眼无珠。虽然何宝宝已经严重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可对于其人来说，当众跟主子叫板那是绝对不可饶恕的，必须要惩罚一番，给他立个规矩。此刻的和珅已然吓尿，颤颤巍巍的请求金爷饶自己一回。敢跟主子当堂叫板啊？他和珅来说情也不行。来啊，送兰州大牢！按我的话，尿桶边给我锁3天再说。哎，主子你不能这样。敢跟主子当堂叫板啊？他和珅来说情也不行。来啊，在送兰州大牢！按我的话，尿桶边给我锁3天再说。哎，主子你不能这样。从古至今，因为装逼被关大牢，第一人非何宝宝莫属。为了在妹子跟前展现一下自己的威风，不知情的何宝宝竟然跟自己正红旗的旗主金爷当众叫板。在得知真相的那一刻，何宝宝肠子都快悔青了，一个劲的磕头认罪，也无法改变他被关入大牢的结局。一看要和这群如饥似渴的犯人关在一起，何宝宝内心是崩溃的。我金大爷忘了，你就死着吧，小子！狱卒一句话就像是在给犯人们传递信号。果然，狱卒刚刚离开，一位小伙伴就提着裤子朝和珅走来。可能是因为太过自卑，何宝宝眼睛瞪得跟铜铃一般。紧接着就是一轮酣畅淋漓的温水洗礼，你以为的结束，其实才是游戏的开始。天知道这群粗犷的爷们儿有多久没见过细皮嫩肉的达官贵人，好容易逮着机会，还不得好好调戏一番。按照这个节奏下去，到了晚上，我们的何宝宝恐怕会晚节不保。无奈之下，他只得发挥特长，跟牢头套近乎。喊什么喊？喊丧呢？这牢头也是你叫的，你应该叫班头大爷。班头大爷，你大爷应该是班头大爷。养尊处优的何宝宝啥时候受过这样的委屈？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为了不让自己的括约肌受委屈，何宝宝搜遍全身才找到了一块玉佩。牢头接过玉佩放在嘴里咬了一口，半信半疑地询问何宝宝是不是真的。看着何宝宝无助的眼神，他勉为其难地收了下来。得，就算我上一回当。来啊，把他给我锁小屋里。就这样，和珅如愿以偿地得到了1两银子1天的单间。即便如此，牢头还得把他锁在马桶边上。这是金大爷特别嘱咐的，你就是给我1000两银子，我也不敢给你挪地方。何宝宝委屈地在牢里遭罪，金大爷这边也没闲着。恰逢此时手下来报，白天跟何宝宝一起的2个姑娘登门拜访。到老爷子这干什么？是不是为了和珅的事啊？原来金爷打一进门就知道何宝宝的真实身份，接着又在几人打斗的过程中看出了2人是男扮女装。他之所以不当场拆穿，就是为了找机会收拾一下和珅。可怜的和珅错就错在死要面子活受罪。这可笑这和珅，他还愣扛着不肯承认自己的身份。他要说他是和珅呐，那我倒不好办。既然他不说，那我就正好顺水推舟，我假装不知道也好啊，多关这小子几天。虽然莫愁他们也看不惯和珅的丑恶嘴脸，可毕竟钦差大臣被关进大牢，说出去皇上面子也挂不住。怎料金爷对此压根就不在意，并且在得知莫愁2人身份后，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差点惊掉他们下巴。太
你们俩来当监军。哎，皇上这小子还真有点意思。老爷子，你怎么管皇上叫小子？小子怎么了？论起来，皇上啊还比我矮2辈呢。我们家的事啊，你们不要乱掺和；和珅的事儿，你们也不要管。老爷子我自有安排了。见老爷子心里有数，莫愁打算先行告退。这下老爷子可不答应了，自己身边每天围着一群大老爷们，无聊至极。好容易碰到俩妹子能跟自己聊会天，怎能轻易放过？上那个白兰瓜、哈密瓜、土尔番的葡萄和库尔勒的香梨。谁叫男人一辈子都专一的喜欢年轻姑娘呢？隔天二人惊得金爷同意到牢房解救和珅。见来人是俩白面书生，牢头一脸的不屑。有事儿吗？我这可忙着呢。看看这个吧。我看这有什么用啊？省得后悔。我后悔。撂完狠话的牢头还没帅过3秒，就开始啪啪打脸。因为莫愁手中拿着的是金爷那大烟袋锅子盖的红衣。我不是人，我这俩眼子应该挖出来。随即屁颠带着二人朝关押和珅的单间走去。与此同时，可怜的何宝宝正半裸着上身，小心翼翼地捡起吊在腿上的窝头，吃得津津有味。原本那身华丽的衣服已经被他换成了赖以生存的吃食。见到莫愁和杜小月的那一刻，他竟委屈地哭了起来。你怎么残忍呀你们啊！这是何物啊？是狼是狗啊？是狼是狗。铁齿铜牙纪晓岚被和珅当众比喻成狗，这看似玩笑的调侃顿时惹得官员们哄堂大笑。纪晓岚非但没有生气，还装作若无其事的跟大家一起笑了起来。事情的起因还得从昨天说起。和珅自从被救之后就好了伤疤忘了疼，当着乾隆的面告起了金老爷子的黑状。他直言西北民风彪悍，自己在兰州深有体会，请求乾隆务必让甘陕总督对犯上作乱者严加惩办。兰州保民以一个匪首名字叫金大烟袋的这为首，那简直是无法无天。他表示自己因军务在身，为了顾全大局才没跟他一般见识，可那人却谎称自己是8旗之后，言语之间处处透露着对皇上的不尊重。一听这话，乾隆面露难色，接着一声招呼让藏在暗处的金老爷子出来说话。和珅闻言慌得一匹，果然金老爷子一上来就骂和珅不地道，前几天还在自己面前俯首帖耳，现在仗着有皇上撑腰脸，怎么翻得比书还快？老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怎么人人皆知的金大烟袋怎么成了匪号？老爷子不依不饶，非要找和珅讨要说法，不然就准备用自己的大烟袋锅子照何宝宝头上招呼。乾隆见状，急忙让和珅给老爷子赔礼道歉。要知道他们在兰州办案能一切顺利，完全仰仗着老爷子在当地的人脉关系。见此情景，纪晓岚也急忙站出来替他说好话。两个大烟袋锅子一碰面，老爷子气就消了一半，接着识趣的表示不想因为自己煞了风景，跟乾隆告别之后潇洒离去。何宝宝侥幸躲过一劫，心中暗自窃喜，可纪晓岚却打算趁机好好宰他一回。他故意把和珅叫到跟前，各种嘲讽，还把他被关在尿桶边的事情又帮他回忆了一遍。和珅被气得咬牙切齿，可担心丑事败露，他又不好当场发作。嘀咕什么呢？皇上，何大人说过午要在德月楼请我吃饭。何大人怎么没说要请我吃饭呢？不是怕皇上没工夫不赏脸吗？就这样，在纪晓岚的算计下，和珅只能破费一番，带着手下官员准备宴请纪晓岚。可刚刚上任的礼部侍郎纪晓岚却姗姗来迟。和珅心中原本就不情愿，再加上纪晓岚刚刚破获兰州奸粮大案，内心更不服气。正在春风得意之时，还不得做足了功夫，摆足了架子？真是小人得志，可别忘了，他眼下也不过就是个礼部侍郎。何大人放心，这回下官要替您出这口气，我要好好的修理修理这个纪晓岚。是啊，真要是让这种人得了势，咱们在他那个大烟袋底下都得抬不起头来。说罢，突然灵机一动，号召众人要在今晚的饭局上杀一杀纪晓岚的锐气。恰逢此时刘全来报，纪晓岚已经进了酒店大门。和珅趴在刘全耳边嘀咕了半天，结果纪晓岚刚刚落座，一条狗就出现在门口。和珅假装不知道，询问众人是狼是狗。是狼是狗。本以为会让纪晓岚尴尬无比，可纪晓岚却淡定地脱下官帽，一本正经地反问何宝宝：是狼是狗？何大人，何尚书，您堂堂一品大学士，是狼是狗分不清楚？还真分不清，分不清。哦，那我得教教您了。纪晓岚指了指门外的那条狗，告诉他尾巴下拖的是狼，尾巴上竖的才是狗。记住了，上书是狗。半天才反应上来的和珅一声咳嗽，止住了众人的笑声。一旁的江南道御史刘大人看不下去了，为了讨好何宝宝，他要和纪晓岚掰扯一番。狼吃肉，狗吃粪，
他吃肉，是狼是狗，毫无疑问的。对，可这又怎么能难倒我们的季大烟袋？狼性固然吃肉，狗也不是不吃啊，它是遇肉吃肉，遇屎吃屎。何大人，遇屎吃屎，完笑了，完笑了。刘御史偷鸡不成蚀把米，满脸黑线，连喝酒都没了兴趣。